别说，这个修仙小说写的还真是精彩。这主角不仅能够御剑飞行，而且还能掌控雷电。不过我要是这主角，我肯定比他更牛逼。此人吞吐至纯至阳之气，简直是万中无一的定力。长生修仙如登天梯，不如与臣妾翻云覆雨，共赴极乐。10万年道行，竟然会被一介凡人所伤。不好，神火不停，万法不击。我去，我居然穿越到了修仙世界了！我还重生到第一修士太二真人唯一的徒弟身上。不是吧？这徒弟这么废物啊！这修炼了500年，就修炼了一个连打火机都不如的小法术啊！我这好不容易穿越一次，结果就这。我看我还是得想办法下山，找一个真正教修仙的门派，拜师学艺吧。你就是叶晨？我是啊，那不然呢？这也没有别人呢。我是紫月帝国的公主颜如玉，我父皇得知太二真人飞升在即，特命我前来观礼，并且与你履行婚约。婚约？老头子，看来我错怪你了。荒废500年，好歹给我留了一个吃软饭的机会。紫月帝国可是人间最强的帝国，这长期饭票真香啊！这个人真是太二真人的徒弟，怎么一点绝代天骄的样子都没有？何止啊，他身上没有一点修士的气息，完完全全就是个凡人啊！既然是来履行婚约的，那快请坐，请坐啊！不过呀，你们来晚了，我们家老头子啊早就飞升走人了。来，拿走！我家公主金枝玉叶，可不吃这种不干净的凡俗垃圾。这野果是有点寒酸啊，那就喝杯茶吧。喝茶就不必了。都说了，我家公主乃是千金之躯，这不知道是哪里捡来的烂叶子，别让我家公主饿了闹肚子。小黑，别瞎叫唤，这是客人。哪里来的野狗？竟敢对我家公主狂吠！你真的是太二真人的弟子吗？我真是太二真人的弟子啊！不过这个糟老头子500年了，什么都没交给我，自己拍拍屁股升仙了，就留下这一间破屋子。还有小黑。太遗憾了，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没能瞻仰到他老人家的仙容。他就是个糟老头子，吃饭抠鼻屎，睡觉打呼噜，哪来什么仙容啊？放肆！竟敢诋毁太二真人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太二真人是9天10地第一修士，仙人之下最强者，他的弟子怎么可能是你这种凡人呢？就是，既然他老人家已经飞升了，现在已经是太上仙人了，你一个蝼蚁凡人，竟然对人家如此大不敬，闹收徒弟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诋毁他老人家，你就不怕他老人家在天上降雷劈了你？算了，小环，哼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还要赶着去昆仑圣域参加收徒大典呢。好的，公主。哼。还有，我劝你不要打着太二真人弟子的名号招摇撞骗，否则我一定会对你不客气。不是，哼，哎，我这说实话也没人信呐，浪费粮食。你就是叶晨？怎么又来一个呀？我是昆仑圣域的圣女，奉师父之命前来参观太二真人飞升，顺便履行婚约。这是传说当中的长生果，吃一颗便可延年益寿，在我们昆仑圣域只有掌门才可食用。如此仙果竟然被随意丢在地上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哎，妹子，
这就是随便摘的野果，你想吃别捡地上的呀，我再去给你重新摘。不碍事的，不能浪费食物。这圣女人还怪好的呀，比那公主强多了。可惜啊，就是个凡人，虽然有婚约，人家也不一定能看得上我呀。哎，妹子，这都已经掉地上了，就别吃了，正好喂狗啊。什么？如此鲜，你竟然拿来喂狗？哎，小黑，一只狗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气场！等等，这黑狗竟是9阶神兽哮天犬！不许动啊！在我们昆仑圣域，镇山神兽火麒麟才只有5阶而已。3天不打上房叫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客人，不是刚才那波。不愧是太尔真人的弟子，就连9阶神兽都能被他镇压，不敢妄动啊！那个，我家也没什么好东西。既然你喜欢吃这野果，那我就去给你重新摘，顺便再给你泡杯热茶啊。多谢。这是上古10大神兵之首的开天符，传闻此物能开天辟地，将9天10地一斧劈开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变天了？哎，你怎么躺地上了？别着凉了。你怎么脱血了？这怎么这么虚啊？哎，快坐下。哎呀，别开了，快喝口热茶缓一缓啊！来，喝茶。这茶竟然让我突破了金丹。师父说，至少要修炼500年，我才有可能到达这个境界。没想到一口茶竟抵得过500年的修炼。莫非这就是传说当中只有仙人才能喝的云雾仙茶？这喝口茶而已。这姑娘人看着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太没见过世面了。一杯茶竟然让我突破了化神境。师父说自我的姿势要达到这个境界，至少要修炼5000年啊！叶公子，这应该是太尔真人的珍藏吧？珍藏？哎呀，这个呀，就是我随便摘的野茶叶。那还有好几麻袋，你只要不像某些人那样嫌弃喝了闹肚子就行。云雾仙茶，一杯抵得过5000年的修行，连天上的仙人都难以求得，谁敢嫌弃啊？怕是出门没带眼珠子吧？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妹子人真的挺好的，就是脑瓜子不可。好，对了，姑娘，我想你来也是为了退婚的吧？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绝对不会对你胡搅蛮缠的。你呀，把婚书放在这儿，你就可以走了。退婚？知道了。他这是在考验我，也是。叶晨作为太尔真人的弟子，已经清楚玉兰儿胜于了，在整个修仙界都横着走，肯定有无数天之骄女在等着他。我必须通过考验，才能配得上他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这婚我不退，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哎，不是，楚小姐，你就别闹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哪配得上你这昆仑圣女啊？再说了，我现在修为极低，我现在只想下山去找个修仙的门派修仙。普通人哪有手持开天符，胯下哮天犬，还没事就吃个长生果和云雾仙茶的普通人？等等，他刚说找个地方修炼，是不是暗示想去我昆仑圣域看看，给了第2次考验我的机会？这圣女在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叶公子，你愿意去我们昆仑圣域看看吗？昆仑圣域？昆仑圣域可是4大圣域之首，而且还是最强修仙门派之一，我当然愿意去看看了。太好，他愿意去昆仑圣域，说明并没有完全放弃我呀。叶公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能够配得上你。哎，我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争取拜入昆仑圣域，踏上真正的修仙之路。今天是昆仑圣域招收新弟子的日子，前方正在举行考核大赛，只有通过考核的人才能成为昆仑圣域的弟子。当然，你是不需要的。等我去通知一下师傅，看他怎么安排。以叶晨的实力，恐怕得找人亲自来接待。我昆仑圣域最豪华的太上殿，如今终于迎来了主人。
也只有叶晨才有资格住那种地方。这不太好吧？走后门的感觉真好。等我回来。虽然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但却一点世外高人的架子都没有，反而平易近人的像个普通人。能给他当道理，真是我三生有幸的福分。站住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是大姐，我怎么到哪都能看见你们啊？哼，你还真是个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，竟然跟着我们到昆仑圣域来了。我们家公主可不是你能高攀的，赶紧下山砍柴去。哎，我可没跟着你们啊！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看热闹的。谎话都不会编呀？你怎么不说你是来参加收徒大典的呢？公主，你还真是高看他了。这个连灵根都没有的乡野村夫，连报名都没有资格，又怎么敢舔着脸说自己是来拜师的呢？行了，叶晨，我懒得再跟你废话了。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我注定是九霄之上的凤凰，而你不过是云层之下的燕雀，连仰望我的资格都没有。不是，你在说啥呢？我真的是来看热闹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需要参加大典了。哎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上面有人儿。我现在啊，已经是昆仑圣域的内定弟子了。荒唐！为了自己那么一点小小的自尊心，居然编出了这么荒唐的笑话。你可知，这昆仑圣域成立了10万年，所有人都得通过收徒大典才能拜入山门。就算你是裁决惊艳的绝世妖孽，或是无双天骄，都得走这个过程。还内定，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。公主，咱别跟他废话了，他哪懂这些？咱们赶快过去吧。昆仑圣域收徒大典马上开始。小环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公主，不许再跟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你不让我跟，我偏要跟，这是你家后花园啊？算了，小环，随他去吧，反正这也是他最后能见到我的机会了。日后他就只能像凡人一样，仰望我在云中的仙姿了。切！这是昆仑圣女楚月离，没想到今天能见到她的绝代容颜，这次哪怕没有拜师成功，也算没有白来一趟啊！师大宗门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天才俊彦，为了一睹她的容颜，都争得头破血流了。据说她无论天资还是容貌，都是顶尖的存在，不知日后有谁能抱得美人归啊？哎，一般人可配不上她。要我说呀，只有仙人下凡，才配得上这天之娇女。这昆仑圣女果然是风姿卓越，我也一定要成为她这样的人。昆仑圣域收徒大典正式开始，我们圣域收徒考核只看你们的资质，只需把手放在混沌碑上，释放灵力，让混沌碑发光。不能测出你们的资质，资质越强，你们入门之后的地位越高，也能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。此次竟然不受混沌碑的影响。那么接下来谁先来？柳州、罗西混。吴广，凡人资质。下一位，史家庄赵子龙。吴广，宁幽勉强可纳为外门弟子。此次收徒大典近100位弟子，资质都不是很高啊，连核心弟子都没出1位，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哎，这个混沌碑怎么只出现红蓝2种神光？这混沌碑共可以引发9种神光，分别为白、绿、青、黄、橙、红、蓝、紫、黑，而只有测出橙色神光，才能达到圣域收徒的门槛。橙、红、蓝、紫、黑这5种神光，分别对应着杂役弟子、外门弟子、内门弟子、核心弟子以及真传弟子。若是能够同时测出2种不同的神光，便可以成为圣君弟子。那要是出现3种神光呢？3色神光便可以成为圣域圣子。至于3色神光之上，就想都别想了，
只有开创昆仑圣域的圣君祖师，才测出了5色神光，10万年间再也无人测出3色神光以上。这个倒有点意思，不过还好，我不用测。叶晨，就凭你也想去混沌杯测试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就你这样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人，是不可能引动混沌杯的，更别提测出神光了。就是，你还是赶紧滚回你那深山老林砍柴去吧，这里是修仙者待的地方，你这个凡人就不要凑热闹。我也没说我要测呀。不过既然老头肯收我做徒弟，资质应该还是有的吧？说不定还能当个杂役弟子。杂役弟子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？他一个凡人能当上昆仑圣域的杂役，都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下一位，紫月帝国颜如玉。他就是颜如玉，听说他可是咱们紫月帝国年轻一辈中的第1人。以颜如玉的资质，至少能引发紫光，成为核心弟子呀。黑色神光，没想到他的资质还在紫色神光之上，直接达到了黑色神光。极品火灵根，此子天赋上佳呀！若是能够加以培养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成为我宗门的中坚力量。黑色神光，资质上佳，更拥有极品火灵根，可为真传弟子。看清楚你和我家公主的差距了吗？我家公主可是成为了圣域的真传弟子，这可是你10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同意退婚了呀。怎么现在感觉纠缠不清的是你们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边还是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不然你为什么跟着我们过来？分明就是不甘心。嘴硬是没有用的，不过一切也该到此为止了。你脑子有病吧你？下一位。我呀？没错，正是你。不是大长老，可是我今天我也没准备。赶紧上去吧你！你不是一直死缠烂打吗？让我公主和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啊！叶晨，不管你有多不自量力，这混沌杯都会让你认清自己。你和我之间的差距，就是云泥之别。可是我已经内定了呀。话说传人怎么还没来？该不会是他也拿我开涮了？也对，我一个普通人，有什么资格被这顶级宗门内定？测试者，报上姓名和来历。太二真人弟子叶晨。太二真人弟子，太二真人真是太二真人弟子，难怪可以不受混沌杯的影响。据说太二真人已经达到渡劫境9重巅峰了，半只脚已经踏入仙境，随时可以飞到仙界呀！啊，此子若真是太二真人的弟子，他是天赋卓群，说不定有圣子天赋。就他，就他。窝囊废一个，只是普通凡人罢了，怎么可能是太二真人的弟子？诸位，你们可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山里来的野小子，修为没有就算了，就连灵根都没有。太二真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废物弟子？叶晨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胡乱冒认太二真人徒弟的身份，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可我真是太二真人的徒弟啊！也许我师父不是什么天下第一修士，可是他真叫太二真人。或许有没有可能是重名了呀？这不应该呀，大长老，此子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有法眼窥探，此子毫无根基，没有灵根，连灵气都无法凝聚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普通人？这在我昆仑圣域，普通人连废柴都不如啊！太二真人一世英名，又怎么可能收一个废柴中的废柴为主啊？不错，再说了，太二真人是何等强者，他的徒弟绝对也是高高在上，怎么可能跑来参加我昆仑圣域的收徒大典？我等绝不允许你这种废物在此招摇撞骗，速速离去，否则雷霆诛灭。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我没有骗人呢。叶晨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嘴硬？要是惹怒了圣域长老，直接雷霆诛灭，到时候你直接就魂飞魄散了。我劝你还是赶紧低头认错，或许圣域长老还会饶你一命。速速跪下！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而且我又没有招摇撞骗，你凭什么要跪下？你是不是太二真人的弟子不重要，主要是你连灵根都没有，是无法引动这混沌杯的。
你还是速速离去吧，我们也没必要跟一个普通人计较。本来我也没想参加测试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慢着，慢着！当年圣君说过，我们昆仑圣域选拔弟子，即便是肉体凡胎，也应该给予他一个考核的机会，何不让他试试？大长老，这话虽然如此，可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凡人呐，连混沌杯都引动不了，让他上去，那真是浪费时间呢。难道你们方才没有注意，此子在混沌杯的凌压之下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吗？真正的凡人估计早就被震得七窍流血了。若他真是凡夫俗子，我们不过也只是浪费一点时间罢了。此话有理，如此就让他试一试也罢。叶晨，既然大长老都开口了，那你就上前一试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叶晨，你还真是运气好，这都让你给蒙骗过去。不过等下原形毕露，可就丢人了。废物终究只是个废物。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引动这个混沌杯。此子天赋太差了，根本无法引动混沌杯发光啊！我看他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。啊，这不是灵力，这是什么？难道是……我就说他是个废物吧，就他还想让混沌杯发光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到底行不行？不行就赶紧滚下来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就是对啊，不行不行，现在赶紧滚下去啊！下去吧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，快走吧。是传说中的九色神光，难道他是啊，真是万古无一的天才？这不可能啊！10万年间从未有人使混沌杯发出9色神光，莫不是我的眼花了？就算是祖师圣君，当年也不过才5色神光，每增加一种颜色，资质就提升10倍。这小子的资质岂不是比祖师圣君要强1万倍？此子天赋空前绝后，恐怖如斯啊！若是错过，不仅是我们昆仑圣域的损失，更是我们修仙界的损失啊！速速禀报掌门圣君。是。此等9色神光，此等天赋堪称绝世天才啊！不，绝世天才这4个字在他面前，那简直是黯淡无光、苍白无力啊！若是日后他成长起来，我们昆仑神域必定能够达到玄灵大陆之巅呐！从第一宗门变成横压100代、纵横万古的巨头门派呀！想不到有生之年竟能见到9色神光，真不愧是太二真人的弟子。只有玄灵大陆的第一修士才能有如此慧眼识珠的顶级目光啊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如此绝世天资，9色神光，这不可能！他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普通人，能引动混沌杯也就罢了，怎么可能引动10万年都未曾一见的9色神光呢？以公主您的天资，只能引动黑色神光，叶晨这凡人却能引动9色神光，难道我真的有眼不识泰山看走眼了？还是叶晨这小子一直都是在扮猪吃老虎啊？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可能触发9色神光啊？刚才那哥们儿不是说触发3种以上的神光是不可能的吗？不可能，我小菜鸡一个，怎么可能引动9色神光呢？啊，该不会是这玩意儿出问题了吧？要是这东西坏了，我可赔不起啊！我操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会这样突然？竟然就这样怎么回事？这混沌杯碎了！不是说它的强度堪比仙器吗？毕竟是放置了10万年的宝贝，就算再牛逼的仙器，耐久度没了，碎掉也正常。你们都看。
看见了啊，是这玩意儿自己碎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你要让我赔钱，我可赔不起。混沌杯竟然承受不住九色神光当场碎裂，这不对呀！这究竟是何等的力量，竟然让混沌杯都承受不住？还是说这别有隐情？你引动九色神光，按照圣域规定，成为圣域圣子。混沌杯嘛，放心，不会找你赔偿的。让我赔偿，那我就谢天谢地谢谢你了。至于什么圣子，我是一个普通人。刚才那九色神光，说不定是什么意外呢。果然如此。长老，叶晨这小子还算有些自知之明，他说的没有错。就凭他这样一个既没有气海又没有灵根的碌碌凡人，怎么可能引动得了九色神光？这依我看呀，混沌杯应该是到达了使用年限，而这九色神光就是混沌杯即将要爆裂的前兆。他只不过是运气好，恰巧赶上了。真要是测试，他肯定一道神光都引不出来。对，肯定是混沌杯要坏了。叶晨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这10万年的宝贝，每天都让人摸来摸去，现在摸坏了，很正常。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引动混沌杯的九色神光？原来是这玩意儿损坏的前兆。哎，我可真倒霉。不过还好，不用赔偿。原来如此，还真是这样。我刚才探查了一下，此次触摸混沌杯的时候，没有散发一点灵力，但是这混沌杯却发光了。看来还真是这混沌杯的问题。而这小子还真是凑巧遇到了混沌杯自毁的最后一幕啊！哎，看来白高兴一场，还以为他是绝世天才，说穿了只是走了狗屎运。对，这混沌杯乃是用混沌仙玉打造而成，此物乃是9天10地最为坚固的材料，别说放10万年，就算是放100万年，也不可能损坏呀。而且，旧混沌杯已经被圣君炼制成为镇牌飞剑，堪比崭新出炉的仙器，怎么可能一下就损坏了？最后，这小子确实没有灵力，但他刚刚触摸混沌杯，似乎无意间释放了更强的能量，而这股能量连我都看不穿。那既然这是一场误会，大长老，还请您重新做出判断，收回刚刚的命令。没错，大长老。一介凡人若是成为我昆仑圣域的圣子，我们岂不是要成了9天10地最大的笑话？大长老，赶紧收回命令吧！是得收回命令。这叶晨做圣子，简直就是10分的看到了吧，叶晨，别自不量力。在这里啊，运气没有用，天赋才是硬道理。下山之后少做一点白日梦。像你这样的凡人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也挺好。也是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就不该做什么修仙梦。梦该醒了。叶晨不适合担任圣子，但他值得更高的评价。我宣布，让叶晨担任昆仑圣域首席圣子。什么？首席圣子，首席圣子，首席圣子，首席圣子！大长老，你是不是口糊了？首席圣子那可是掌门圣君的接班人呐，掌门本人都没有说话，你竟然替他做了决定，而且还是一个凡人。没错，大长老，赶紧收回命令吧！要是这个凡人成了首席圣子，整个昆仑圣域的弟子恐怕都会不满，到时候我昆仑圣域也会被其他门派耻笑。都说了是一场意外，叶晨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大长老还要封他做圣子，他一个废物，凭什么呀？是啊，我凭什么呀？难道这就是之前圣女跟我说的走后门？只是这种后门有点过于大方，我根本扛不住。真要成了圣子，还是首席圣子，这门派里的绝世天才，还不得挤兑死我这个普通人？没想到有朝一日软饭也这么硌牙，难听了。此事我意已决，无需太议。哎，别呀！您老要不再考虑考虑？我只想当一个安静的美男子。行吗？原来是林天凡圣子，大长老的做法引起了真正圣子的不满。林天凡圣子的实力
在各位圣子圣女之中已经是第一流，再加上他的师傅是昆仑圣域10大高手之一的万剑真人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本来这首席圣子的地位很有可能是他的，如今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凡人给抢走了，他岂能甘心？大长老，我不同意将此人抬到首席圣子的地步，此人就是肉体凡胎，绝无可能引动这混沌杯。别说圣子，就算他拜入山门，都是我昆仑圣域的耻辱。我辈圣子，哪个不是天资卓绝、实力强悍之辈？龙不与蛇俱，虎不与犬行。还请大长老收回成命，否则我将退出昆仑圣域。这圣子倒是有点问题，说话简直是老母猪戴套，一套又一套的。可这关我啥事？我也很无奈呀。请大长老收回成命，否则我也将退出圣域。请大长老收回成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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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回成命。大长老，收回成命吧！很多优秀弟子都在反对，难道你还要一意孤行吗？我昆仑神域之所以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收这些天才弟子啊！靠他们给我们撑门面呐！就是为了叶辰一个凡人，搞得人心大乱，这可是取祸之道。日后我昆仑圣域还怎么立足修仙界？完了，这动静越闹越大，恐怕我这软饭吃不到嘴，还得被这帮昆仑圣域的人给针对死。看到了吧，叶辰，你要是有些自知之明，早早下山不来纠缠我，事情就不会闹到这个地步。就因为你，现在整个昆仑圣域都变得动荡不安，真是扫兴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昆仑圣域之所以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广纳贤才。可如今这万里挑一，不，1万里挑一的旷世奇才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用那狭隘的目光要赶他走，要走是吧？赶紧走啊，走好不送。我师尊万剑真人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昆仑圣域就是我的家。刚刚说的是气话，不作数。其实啊，这个圣子我真做不来，要不还是让给你吧。你敢辱我，拿我当叫花子？我说的是实话，这我真干不来呀。这首席弟子轮得着你来改，自己可以亲手拿回来。别以为你有大长老撑腰就能一直风光得意，没那么容易的事儿。想要成为首席圣子，就得有足够的实力。大长老，我请求与他一战，若是他能赢了我，我便承认他首席圣子的身份。我靠，圣域圣子跟我较量，我这小身板不得被打出屎来啊！林天凡已经是金丹圆满境界，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元婴期，他的武功在同辈人中那是佼佼者呀。而这个叶凡连灵根都没有，妥妥的一介凡人。他们两个不在一个级别，根本没法比。大长老，还是赶紧将叶辰赶出去。息事宁人，首席圣子还是收回来的好，否则一旦打起来，叶辰将会被林天凡一指头碾死。谁说不能比较？万剑真人现身了，他可是林天凡的师傅呀！大长老这般的倒行逆施，引起了这位顶级大佬的不满。万剑真人可是昆仑圣域的10大高手之一，虽然地位不如大长老，但实力和威望却在大长老之上啊！大长老用自己的权势将首席圣子给一个凡人，门都没有，这下好戏看了。既然此人是大长老选出来的首席圣子，怎么连小小的考验都扛不住？当年祖师圣君只激发了5色神光，就可以在最初的炼气期击败了金丹期的圣子。他若是真能激发出9色神光，那我徒弟自然不是他的对手。9色神光，那只是意外，又不关这小子的事。再说，那个时候掌门圣君毕竟还是有修为在身，而这叶辰甚至还没有开始修炼，这已经不是境界上的差距了，而是物种的差距。是啊，万剑真人息怒，何必跟一个凡人过不去？就是凡人，他不是首席圣子吗？老大，完了，这是要来真的，我得赶紧跑。站住！想走？晚了，今天这一仗不打也得打。首席圣子的位置会亲手夺回来。看来叶辰今日是凶多吉少了。公主，我看叶辰他就是活该。一言为定，这一战
就让叶晨对林天凡。怎么可能？不是吧？哎，我同意了吧我？哥们儿，不就是个首席圣子吗？你想要我给你不就行了吗？合计生来，这何必打打杀杀的呢？还敢辱我！混蛋！好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什么情况？此子竟然将林天凡弹飞，他刚才用的是什么手段？明明是个凡人，却能将金丹期的高手弹飞，恐怕他背后有高人相助。别看我呀，如果我出手，你们在我旁边站着会一清二楚。再说，也瞒不过万剑真人呢。瘦子，竟敢伤我爱徒！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碰都没碰他，是他自己飞出去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碰瓷儿是吧？小子，你还挺会装傻充愣啊！看来老夫今天是低估你了。我不管你刚才用了什么手段，敢伤我爱徒，还敢侮辱他，今天必取你性命！哎，你个老逼头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刚才你徒弟要杀我你不管，现在你徒弟受伤了，你就要过来杀我，还有没有天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小子，装傻充愣没用，你要讲道理，我手中的剑便是道理。这是诛仙剑，一剑可斩天断地。当年万剑真人可是用这诛仙剑斩杀无数邪魔，这剑锋之上的无形杀气，就足以将叶晨这个凡人斩成两截。万剑真人，你以堂堂的长辈高人对付一个平凡小辈，是不是有些过头了？过头？大长老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小子之所以敢猖狂，是因为你在背后保护。怪不得我说叶晨怎么可能记得退林天凡，原来是有大长老在暗中相助。我就说他这样的资质，怎么可能赢得了昆仑圣子呢？只可惜他要是刚才听劝，早些离去，还能保住一条性命。公主啊，都是他自己作死，他自取灭亡，死了也好，这样他就不会再继续纠缠你了。叶晨虽然天资绝世，不是自通凝练了仙力，但终究只是凡人。他可以击退林天凡，却未必是万剑真人这种顶尖修士的对手。张建中，你说我保护叶晨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手？明明是你的徒弟技不如人，也说明叶晨是真正的天纵奇人。我的眼光没错，你却恼羞成怒的对一个小辈出手，是想扼杀我昆仑圣域的首席圣子吗？你就不怕圣君万岁下来吗？什么狗屁的首席圣子？你问问大家谁信？再说，谁说我恼羞成怒了？我只不过是在考验他，他要是真的有本事，就不会被我一剑劈死。倘若他挡不住我这一剑，就说明他没有资格当这个首席圣子。你少废话，大长老，你修为不如我，这次老子亲自动手，看你还怎么保护他。不是吧？我就是个小卡拉米，不至于吧？刚刚你徒弟是拿高射炮来打我这只蚊子，现在你他妈直接用核弹来炸我这只蚊子，我何德何能啊！我命是真苦啊！刚穿越过来没几天，修仙没修到，现在直接就要上西天去见佛祖了。受死！好不容易穿越一次，现在又得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分局，这小子居然敢反抗！他这种级别的法术，连香都点不了，怎么能对抗仙家飞剑？我要是他，此时已经饮酒就戮，至少也能死得痛快点。不对，这是
仙剑是用万年寒铁祭炼了上千年的顶级飞剑，竟然被融化了。这小子到底有什么手段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一柄诛仙剑呢？这还用问吗？那肯定是万剑真人把剑收起来。看来真人还是不想对这小子出手，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。这小子命真大，幸好万剑真人及时收手了，不然啊，他肯定在劫难逃了。叶晨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人家道歉！万剑真人刚才只是想吓唬吓唬你，他要是真的想杀你，你早就灰飞烟灭了。就是，你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谢恩，谢谢真人的大慈大悲，饶了你的狗命。不是，我刚刚都快被他吓尿了，我还要谢谢他，开什么玩笑？若不是我刚刚及时收手，你现在恐怕早已身首异处。这小子身上有古怪，今天就算不杀你，毁你丹田，让你彻底沦为废人。现在跪下磕头道歉，我便饶你性命。真的？自然不假。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道歉，明明是你们不讲理。罢了，我不说二遍，道歉，否则你将面临一个大成修士的滔天怒火，一个小小的凡人可以承受的。叶晨，你别不识好歹了，万剑真人已经答应要放你一马了，这是你最后的生机，赶紧跪拜！你这等废物，万剑真人杀你如蝼蚁，你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认错，然后赶紧滚回你的大山里面去！毫无修为，我打你一个凡人，脏了我的手，不过我也不会放你回去，让你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杀回来。待圣域首席圣子，我劝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此掌门圣君怪罪下来，张建中，你难辞其咎。什么首席圣子？你问问现场谁答应？反正我不答应。你说，这长老为什么执意要让叶晨做他的首席弟子？明明他就是个毫无亮点的废物而已啊！我上不了人，现在呀，已经是昆仑圣域的内定弟子了。恐怕这叶晨和掌门长老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一定是这样。这还用问？他一个普通人，竟然能击退林天凡这种圣子，肯定是大长老暗中给他帮助，才让他有如此实力。哦，叶晨，我说你之前怎么那么自信，说自己不用测试也可以成为圣域弟子，原来是靠着和大长老的关系，真是龌龊无耻！我和大长老有关系？大姐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是说我跟圣女有关系还差不多，毕竟我还得吃人家软饭呢。真是不要脸，狡辩是没有用的。大长老，您为了这叶晨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不过这都是没有用的，烂泥扶不上墙，您越是偏袒他，大家就越是不服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大长老为什么一定非要让他当首席圣子？你们昆仑圣域不是说选拔弟子一定要秉持公正吗？现在看来真是笑，这圣域弟子不做也罢。原来是走后门的，我就说他怎么可能激活9色神光，原来都是一场戏呀！大长老，怪不得你如此果决的让他成为首席圣子，这小子该不会是你在人间浪荡的时候留下的孽种吧？如此做法以公谋私，你想要将我昆仑圣域的规矩放在哪里？昆仑圣域数10万年的声望，他就要被你和这小子给毁了！胡说八道！本来我只是想废了他，现在看来，为了我昆仑圣域的声望，这小子今天必须要死！张建中，你敢！万剑诀！不是吧？又来！不好！不是，你怎么也飞出去了？你跟你徒弟不会是碰瓷专业户吧？这万剑真人吹得这么厉害，怎么每次出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？该不会和太二真人一样，都是个只会吹牛的老骗子吧？大长老，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居然能挡得住我这一击。不过你已经彻底激怒了我。今天这小子不死，万剑真人4个字倒过来写。真剑诀最高境界，万剑归一。明明什么都没做呀！我操，这次要来真的！
住手！参见圣君大人。小子，你应该感谢圣君大人，他来了，才让你捡回了这条命。这混账！明明是我让你捡了条命。圣君大人，大长老以权谋私，执意要选这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做了昆仑圣域的首席圣子。他要是做了首席圣子，传出去，我们昆仑圣域岂不是成为天下人的笑柄？更是嘲讽我们圣域无人呐！晚间，给我闭嘴！退下！仙尊大人，这位就是叶晨。不用说，我便知道，让他做我们圣域的首席弟子，确实会让我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掌门，叶晨其实……这等人物岂能屈身做一个首席圣子？这样吧，我们昆仑圣域的太上长老暂时空缺，不知叶小友可有兴趣啊？我？昆仑圣君竟然让这小子做我们圣域的太上长老！圣君怎么会让一个废物当太上长老啊？是我耳朵聋了，还是我眼睛瞎了？不对，圣君肯定是生气了，而且还在说反话。我相信，只要他敢答应，圣君一定拍死。我觉得也是如此。这太上长老之位，绝对不会让这种人去做。叶晨，事情闹大了，你赶紧跪下道歉，否则就连累大长老了。就是，还愣着干嘛？都胡说八道什么？掌门圣君的话绝无虚伪，他就是想让叶晨做这太上长老。这帮鼠寸光的东西，都给我闭嘴！让一个凡人做我们昆仑圣域的太上长老，是这个世界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掌门圣君，虽说叶晨他资质卓绝，但您这样把他捧上天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这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过分，我还觉得不够。只可惜我昆仑圣域太小，容不下这尊大神。圣君，您就别逗我了。以我的能力，我能当个杂役弟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什么太上长老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师尊，以叶晨的实力，根本就看不上你的安排。他就是来考察我们的，根本就不是来拜师的。确实，到了他这种修为，什么身份地位，在他眼里就如同浮云。毕竟人家是来考验咱们的，可不能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做杂役弟子吧。你看可还行？满意，多谢圣君，多谢圣君。哎呦，使不得，快请起啊！谢谢圣君，这等半天，总算拜进来了。这圣君人还怪好的。我现在可没本事当正式弟子，当个小杂役正合适。还是我这未婚妻给力啊！虽然是内定个杂役，但这可是掌门钦定的杂役。掌门圣君竟然没有惩罚这个废物，还让他做了杂役弟子。这家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一介凡人屁都不是，现在居然还有机会拜入山门了。昆仑圣君是何等人物？他心胸宽广，胸襟开阔，自然是不想跟这种人计较吧。公主说的是，不过这家伙真是命大，好几次都让他活下来。掌门圣君，叶晨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您让他去做个杂役弟子，确实是过于屈才。就算是做不成首席圣子，也得做个圣子吧。圣子你敢收，我也不敢教啊！记住了，叶晨就是个普通人，混沌杯炸了也是个意外。他的事不要到处声张，以后也不许再提起此人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许跟叶晨有半点关系，更不要自以为是对他好，就各种照顾。哎，你有什么资格照顾人家？别搞得适得其反，害得月离没了机会。既然混沌杯已毁，那今日收徒大典就到此为止。明日让新入门的弟子去参观悟道石，领取修炼功法。那剩下的人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考试考到一半，考场炸了。等我什么时候练出新的混沌杯，再让他们上山吧。恭掌门圣君。楚少女，那个今天真是多谢你了，不然以我的资质根本就……哎，对了，那个悟道石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叶公子客气了，千万别叫我圣女，以后不如就叫我月离吧。啊，好，月离。没想到月离作为门派圣女，居然一点不嫌弃我，还这么温柔亲切。只可惜啊，我现在就是个扫地的，配不上人家。啊，你以后就叫我叶晨吧，公子什么的太客气了。好，叶晨。他虽然有通天修为，却没有世外高人的架子，说不定我真有机会。啊，等等，他刚刚提到悟道石，是不是有所暗示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悟道石呢，是入门弟子学习功法的地方，此时蕴藏着我们昆仑圣域立宗10万年来所有的功法，所有新入门的弟子到此石面前参悟，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悟性不同，给出相对应的功法。若悟性越高，给的功法也就越强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么智能啊！什么样的资质就给什么样的功法，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，因材施教啊！就是不知道我这个杂役弟子能悟出什么样的功法。算了，我走后门进来的，这资质过去了也是白搭，估计连个屁也悟不出来。他对悟道石感兴趣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想看看我们宗门的功法水平，这肯定是他对我的第一轮考验。啊，不如明天我安排你去悟道广场打扫，顺便考察。哦，不对，顺便看一下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愧是我的未婚妻，还没进门就把我这个老公疼得不要不要的。又有机会了，这么多人呢。如玉啊，没想到你也拜入了昆仑圣地啊！少将军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如玉，咱们现在都是昆仑圣域的弟子，不用叫这么生分。我呢，也是刚刚晋升核心弟子，前来领取功法。今日再见，实在是巧啊！大师兄好。如玉，你可知这3年，我对你是日思夜想，一往情深。少将军。我家公主现在已经名花有主了，还请您不要纠缠。名花有主，如玉这么优秀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配得上她？啊，就是她。公主，让他们这2条舔狗狗咬狗。哎，那应该就是个杂役吧？如玉啊，你为了拒绝我，也用不着找这种借口吧？哎，少将军，你可说错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杂役弟子，他跟大长老有密切的关系，差点走后门成了首席圣子呢。什么？区杂役竟然敢玷污圣子之位？就像我这种天才，也要再修炼个30-50年才有机会。肃静！各位新入门的弟子，看好了，这便是悟道石。悟道石中藏着昆仑圣域10万年来所有的功法，只需上前感悟便可获得。当悟道石有所感应，便会闪烁星光。功法悟性越高，闪烁的星光越多，吐出的功法就越好。看来就凭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慢着！怎么？刘长风，作为入门已久的弟子，这悟道石的规则，难道你不懂吗？大长老，您误会了，我今日晋升核心弟子，前来领取功法，对规则那是清楚的很。不过按照门派规矩，那个杂役是没有资格进门的吧？还是说，就因为那小子和大长老沾亲带故，他就可以进来凑这个热闹呢？他凭什么进来？我本来想亲自收叶晨为徒，但掌门却说他只是个普通人。难道我真看走眼了？叶晨，这里确实不是杂役该来的地方，你还是走吧。另外，我再澄清一下，我和叶晨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私底下也不要再议论了。看来掌门大人的敲打还是有用的，大长老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的偏袒他。那肯定啊，进了门之后就是浪里淘沙，这废物啊，自然得现出原形。走，区杂役私闯悟道重地，就这么走了？门派规矩往哪儿放？
按照宗门律令，应该受五雷轰顶之刑。什么？我就是过来遛个弯儿，你就要罚我五雷轰顶啊？刘长风，修行者慈悲为怀，律令上虽说是这么写的，但叶晨他闯入这里也是无心之失。不是大长老，是圣女叫我过来的。哼，圣女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昆仑圣域只有一个圣女，那就是掌门圣君的亲传弟子李月离。你一个杂役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还敢说是圣女安排，说谎都不会说。就是，你赶紧认错！悟道广场可是宗门重地，误闯可是要罚死刑的，就算是长老也帮不了你。有些人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明明老老实实认罪就好了，现在还撒谎，只会罪加一等。事实如此，还敢狡辩？你怎么不说是掌门圣君叫你来的呢？是我的意思。参见圣君，参见圣君。让叶晨过来看看，是我的意思。你有意见，可以当面提出来。叶晨，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冒犯了你，你千万别生气。我是一点都没放在心上，只不过你们这规矩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我这路过悟道广场就要遭雷劈啊！你说的没错，咱们宗门的律法确实有点严格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这悟道广场向所有弟子开放，昆仑圣域有教无类，只要有心向道，皆可来悟道广场参悟悟道时。叶晨这小子运气还真是逆天啊！也不知道他前世踩了多少狗屎，能有这样的狗屎运。臭小子，算运气好。掌门圣君，您不是不叫我跟叶晨来往吗？您怎么亲自叫他来了悟道广场？没有，我只是决定开放这悟道广场，跟叶晨没有一点关系。不对呀，何说不对呀？好了，准备赶紧开始参悟功法吧。大家一个一个的来。悟性中上，悟道时浮现4星，可领取玄机下品功法。玄机下品，玄天刀法。作为刚入门的弟子，能够得到这样玄机下品的功法，也算是很厉害了。这不算什么，公主要是您过去，至少也是地级功法。只有核心弟子才能得到地级功法，我刚入门，恐怕也没这么厉害。这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，每一级又分为上中下3品。这刚一来就能拿到玄级下品功法，真厉害啊！我这个杂役弟子，要是能拿到一个黄级下品功法，我就很满意了。区区玄机下品，有什么好评的？这是没见过世。他就是核心天才弟子柳长风，据说他才修炼了30年，就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，很快就要凝结成金丹，成为仅次于圣子的存在了。此子不仅有天赋，而且修炼功法也极为刻苦。据说他为了提升境界，早晨在寒池中浸泡肉身，到了午时前去地心，用地心之火淬炼肉身，如此冰火2重天，一般人扛不下来啊。刚用寒池浸泡完身体，接着用地心火淬炼，这哥们儿真是个狠人啊！小子，你只不过就是个无名的废物，凭什么跟我竞争颜如玉？不如这样吧，咱们俩赌一把，看看谁能在悟道石上获得更强的功法。输的人不仅要离开颜如玉，而且还要自断经脉，成为废物。你敢不敢？他敢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就冲你敢，我倒佩服你有几分胆气。不是，哎，我可没答应。小环，这会不会有点过分？他肯定会输的呀，到时候要经脉间断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过分，这2人狗咬狗不是正好吗？叶晨可以乖乖做一个废人，省得纠缠不休。至于柳长风嘛，他要是敢废了叶晨，大长老肯定不会放过他。
小环，你这丫头还真是古灵精怪。不是，你管这叫古灵精怪？这分明就是心狠手辣！这个叶晨啊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他走后门进来，难道还真以为是凭了他自己的本事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把运气归咎于实力。不过这次掌门在此，大长老也不可能保护此人了。这下有好戏看！叶晨不过凡人之体，若自断经脉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刘长风，悟道广场是宗门重地，是你和同门赌斗的地方。叶晨的资质有人不输定了，这小子是充了没的眼睛吗？看不清差距。大长老，您就别护着他，他既然已经答应了，就必须和我赌一把。我是在救你啊！圣君，您不说点什么？我没什么意见。既然叶晨没有叫停，那就随便他去玩吧，我都不敢管，你敢管？小子，看好了，这就是天才和蠢材的差距。等会儿就等着自断经脉。哼！哎呀！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啊！厉害呀！什么？9颗星，1级上品功法9转金身诀，一下子开出如此强劲的功法，真是天纵之资啊！对呀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最多只能开出这么强的功法，而柳长风直接拿到了最强的地级上品足剑，他在这个纯弟子中的悟性真是独领风骚啊！不是吧？刚开始就开出一个地级上品，这我还玩个屁啊！叶晨，你我之间的差距天壤云泥，等会儿自断经脉的时候，可别喊疼。我认输行不行？认输。你是3岁小孩吗？掌门圣君在此，3大长老也在此，还有这么多同门弟子见证，就算你认输，那也得自断经脉，履行赌约。我靠，你小子怎么这么狠？他连杂役的身份都是靠走后门进来的，这小子输定喽！这小子就算是自断经脉，也是咎由自取，凡人也敢跟天才比，我看他是怎么死的。这种货子让他上去，简直是对悟道石的玷污啊！就是。公主啊，今天这出大戏可真精彩，终于可以甩开叶晨这个牛皮糖了。据说呀，只要是有灵性的修士，都能从悟道石领悟出功法。不过，以叶晨的资质嘛，悟道石自然是什么都不会给他也算是宗门第一人了。可别一个功法都出不来啊！要是这样，不仅得丢人，我还得丢命啊！哎，这悟道石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是不是坏了？这悟道石没坏，只是它对普通人不会产生任何反应。你呀，还是下来吧。大长老，这就是你保举的绝世奇才，悟道石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足见他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。这不应该呀！他身上一丝一毫的灵力都没有，悟道士没有反应，不是再正常不过吗？废物就是废物，就算大长老把他捧上天，那也得落地摔成泥。哎呀，这叶晨呀，要是真的有自知之明，刚才就应该赶紧退出。如今他输给了柳长风，就连大长老也保不住他。公主啊，这叶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靠着走后门岂能真正长远？今天他不仅要自断经脉，还要成为我们圣域的笑柄。叶晨，愿赌服输，速速自毁经脉，滚出此地！对，滚出此地！滚出此地！滚出此地！别丢人了！真就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下我可完蛋了。这赌约我可不认啊！你若不肯自毁，那我就帮你。等等。这居然还真的反应过来，不过只有3颗星，最多兑换
黄级功法和柳长风的9星地级功法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不，悟道师还没有反应完，仔细看。6星玄级功法，一个杂役弟子竟有如此悟性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在场大多数人都能领悟玄级功法，还不错又如何？还不是比不了我这样的天才。9星对6星，输的还不是你？没想到我还真是看走眼了，他一个凡人，居然能让悟道时显出6星功法，勉强还是有修炼的资质的。不过也就到此为止，6星我也能做到。至于公主殿下，你应该9星之上吧？小环，你看，悟道时的反应还没有结束。9星地级功法，这不可能！这废物怎么可能引动9星？坏了，这一定是坏了，肯定有人动了手脚。啊，你刚刚也摸悟道时了，也是9星，你怎么不说有人动手脚了呀？我乃宗门真传，又是天才弟子，出9星很正常。凭什么你一个废物也能出？凭什么？凭我长得帅呗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不公平！硬是有人动了手脚。住口！悟道时的反应还没结束呢。12星天级功法。如何？我早就说过，此子是绝世的天才。他以凡人之体引动12星，我的天级功法简直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。即便如此，他也称不上绝世天才，更做不到首席圣子吧？不错，昆仑圣域10万年，以凡人之躯引动悟道时12星，此子确实是独一份了。但是当年掌门圣君拜入山门的时候，他只引发了超过12星的，直接获得了15星的仙级功法。诸位，还没结束，来看。15星、18星、21星，这么太多了。36星！不，9星了！天星悟道师还在闪烁呀！天星，满天星啊！传说中的万古神迹出现了！什么？竟然是满天星！如此一来，悟道师所呈现的功法该有多逆天呐！不用问，当然是神迹功法了。还是大长老说的不错，这叶辰当真是一中无一的旷世妖孽呀！真想不到，竟然有这么高的天赋，怎么可能呢？据说这悟道石乃是仙界掉落在人间的宝石，上面蕴藏着大道的奥秘。当年祖师爷也是靠领悟此石才得以成道。不知祖师爷的功法是什么样的级别？祖师爷悟性超凡，旷古烁今，不过也只引动了18颗星，获得了神级功法而已。如今这满天星，怕是昆仑圣域10万年也是头一遭啊！18颗星便是神级功法，那这满天星，怕是长老们对他的估算保守了。神级功法便是人间修行天花板，而这叶辰便是将天花板踩在脚下。真想知道这悟道时的满天星究竟能出什么样的功法？这怎么满天都是小星星？难不成我把这悟道石也摸坏了？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悟道石数十万年来从未有过如此景象。坏，他肯定是坏了。哥们，你是不是输不起啊？你那本秘籍才9颗星，我这个可是满天星，我这个可是把你那个碾压的连渣都不剩。我不信！你在这笑什么呢？该不会是输不起，在这装疯卖傻的吧你？我笑什么？我笑你高兴的太早了。看看这悟道石给他吐出来的是什么玩意儿，都看看啊！什么呀这是？这个秘籍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？大长老，你不是说悟道石至少会吐出神级功法吗？
这分明是一堆白纸。这不应该呀！我就说嘛，这悟道石如果不是坏了，怎么可能吐出这种玩意儿？这叶晨还真是个丧门星，入门的时候破坏了混沌杯，现在又摸坏了悟道石。混沌杯只是测试弟子的工具，而这悟道石却是传授功法的宗门根基，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这人真是晦气！就凭你这废物，怎么可能超过我的悟性？这悟道石给你吐出一卷白纸是为什么？说明连他也觉得你是个废物。不应该啊！以叶晨的资质，怎么可能让悟道石吐出一堆废纸呢？开什么玩笑？这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，你们眼瞎，看不见啊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嘴？这玩意儿连屁都没有，你敢颠倒黑白说它有字？虽然我不知道这功法是什么等级，可是它真的有字，你看不见吗你？行，那你就接着小心，但是仅凭一张嘴，他不能够指鹿为马。竹玉啊，告诉他这上面有字无字。当然没有字，叶晨，到了现在嘴硬是没有用的。我嘴硬，是你眼瞎才对。叶晨，愿赌服输，你这一堆废纸自然是无法与柳长风的九星功法相提并论，所以你再怎么饶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颜如玉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可是你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！这上面明明就是有字啊！既然你不知死活，那我就让你死个痛快。请长老们和掌门圣君裁决。一堆废纸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没错，掌门圣君可没有时间陪你们这群小辈瞎胡闹，赶紧下去。不应该呀！以叶晨的资质，拿到仙级功法应该是没问题，怎么可能会拿到一卷白纸呢？大长老，都什么时候，你还替这个废物找补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天才，要不然怎么会被圣君安排当杂役呢？看到没有，大长老已经护不了你了，认输。我不认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是睁眼瞎。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若是你不肯自废经脉，那我就帮你。哼！慢着，掌门圣君是想亲自动手？混账！愚昧无知的东西！字虽然无字，却是悟道石上的至高秘典，无字天书，能超越神级，堪称至尊。这竟然是传说中的无字天书，那可是9天师弟第一功法。此子既然，简直恐怖如斯啊！无字天书是祖师爷留下的传说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掌门圣君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根本就是一堆废纸啊！放肆！掌门圣君的话你也敢质疑？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？此人真的是太尔真人的徒弟？公主殿下，这不应该啊！是不应该啊！这么厉害的功法，以我的资质，我能拿到吗？糟了，我刚刚是不是说漏嘴了？叶晨这是在暗示不要暴露他的身份吧？赶紧得圆回去。诸位，刚刚啊，我似乎发现这悟道石出现了损毁，所以才将这最强功法吐了出来。师尊，怎么连你也？这叶晨是来考察我们的，不能暴露他的身份。我就说嘛，这么牛逼的功法，我怎么可能拿到？要不这样，咱们两个呀不输不赢，我呢不占你便宜，你也别找我麻烦。那既然是个意外，那还算是我赢。论输赢也是叶晨赢了才对，他不跟你计较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圣女大人，这小子得了无字天书，难道不是因为悟道石坏了吗？这纯属是运气吧。再说了，掌门圣君难道不应该追究他损坏悟道石的责任吗？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我一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摸坏这种宝贝玩意儿？只能说他坏的不是时候。唉，你这个人呀，还真是走了狗屎运。否则，以你这种下等资质，是绝无可能让悟道石吐出无字天书这样的至尊功法的。这叶晨还真是个扫把星，先是混沌杯，后是悟道石，都被他给摸坏了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叶晨能让悟道石开出无字天书，你不服也得憋着。人家不跟你计较，你反倒不依不饶。
未来老婆还是很呵护老公的。刘长风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好了，此事就到此为止了，不要耽误了其他弟子参悟功法。哎，听到没有？掌门都发话了，你呀，最好给我闭嘴！谨遵掌门圣君法旨。掌门圣君，这悟道石真的坏了吗？可我刚才查看了一遍，好好的呀。不该说的别说，这悟道石啊，刚才确实损毁了，不过它又自我修复了。好了，赶紧让宗门弟子选择功法吧。唉，真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好还是运气差。这局算你走运，不过这无字天书啊，上面一个字都没有，一般人根本无法修炼。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它交给掌门圣君。不错，如此至尊功法，不可能留在一个杂役手里，把它交上来吧。这是昆仑圣域的东西，长老让我上交呢，我绝对不说二话。哎，只不过啊，这上面是有字的，为什么你都说没有啊？收起你那点小聪明吧，区区一个杂役，根本无法修炼无字天书。别以为你在这儿装模作样的就能骗过我们所有人。就是，速速上交，否则你就惹祸上身了。掌门圣君，这小子得了至尊功法，非但不上交，还蓄意欺骗，建议严惩不贷。这功法既是叶辰所有，那就该归他所有，即便是宗门也不能强行收缴。掌门圣君，你确定要将这至尊功法交给一个凡人？是啊，如此功法交给一个杂役，那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掌门圣君，还请收回成命，此子根本不配掌握无字天书。以叶辰的资质，虽说可能修炼神级功法，但无字天书确实有点勉强。到时候怕他修炼不成，反倒伤了自身。掌门深虑，还是收回无字天书吧。收个屁！你有本事让悟道师吐出无字天书吗？人无信而不立，宗门亦是如此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好了，此事不必再提了。恭喜公主殿下，你也获得了地级功法，全场只有您一个入门弟子获得了如此高级功法。昆仑圣域人才众多，我这点成就不算什么。再说了，虽说这地级功法很厉害，以我现在的修为还不能修炼，必须要等到我的修为和见识达到了真传弟子的水平，才可以修炼。想不到柳长风居然在现场成功修炼了九转金身诀，如此悟性，也算是千里挑一了。只看一眼，便练成了九转金身第一重，实在是天资聪颖，慧根超凡呐！此人虽然脾气暴躁，确实是修炼的好苗子。公主，她这是干嘛？不会吧？他不会是要学柳长风当场练习法门吧？真是无知！他这种连修为都没有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以凡人之躯强行修炼天书，只会暴毙而亡，身形俱灭呀！也好，既然掌门圣君抹不下面子，让他自己把自己练死，我们就可以拿回无字天书了。就别想想，无字亮丽，那是什么？什么？他居然真的在练无字天书？他是怎么看懂的呀？这不可能啊！传说无字天书只有仙人方能看到上面的字，他一个凡人连字都看不了，怎么能练？你们怎么知道他看不了啊？说不定此子呀，还真能练成这个无字天书呢！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我看他不过就是摆一个姿势，哗众取宠罢了。不错，叶辰这小子就是个跳梁小丑，他连黄级功法都无法修炼，又怎能修炼天书这般至尊功法？虽说是
叶晨天赋卓绝，可这无字天书太强了，必须要有强悍的肉体。修炼，就算我等都不敢尝试，实在是太冒险了。不错，而且在修炼之时，同样需要超乎想象的精神力量，才能心神合一，稳固神魄，保证修炼之时不出现任何纰漏。倘若有任何纰漏，那他就有爆体而亡的风险呢。我要是他，就该先一步步提升自己的修为，至少得有掌门圣君那么强，才能尝试修炼。他这么做，简直是愚蠢至极，自寻死路。他竟然练成了功法第一重！这什么呀？不可能！第一重练会了，连我都看不上上吗？这叶晨他既然能练，师尊，叶晨天资卓绝，所以才会被太二真人收为弟子的。他能练成无字天书，不也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不，月离，你不懂。这功法越强，修炼起来就越复杂。就比如说，我修炼的仙法花了500年，才修炼至第一重。等我修炼到第2重的时候，曾花了800年。师尊，你如此天资，怎么会修炼起来这么困难？所以说，并不是功法越强就越简单。比如说，祖师爷所修炼的是比仙级功法更强的神级功法，修炼起来更麻烦。当年师祖花了1000年时间才修炼至第一重，他修炼至圆满第7重，则是花了18000年。这无字天书还在神级功法之上，但叶晨仅仅只看了一眼，花了几个呼吸，就已经修炼到了第一重，简直恐怖如斯啊！何止啊，简直是旷古烁今。不过他能修炼无字天书，能到第一重已经不错了。叶晨还没有停止，他还在继续修炼。他已经突破了第2重啊！这不可能！你看，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！果然不是什么厉害的功法，一个就练，一点都不厉害。估计这个无字天书啊，就是来忽悠我的，连太二老头给我的焚诀都不说。他竟然修炼了9重大圆满，他还是人吗？9重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眨眼之间就把无字天书练到了圆满境界。既然是至尊功法，那肯定是天底下最难练的才对啊！他怎么瞬间就练成了？看来我们是真的看走眼了。以此子的天赋，别说是首席圣子，就连我们长老之位，让给他做也没问题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他怎么可能练成无字天书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就是一个凡人，哪会有如此天赋啊？一定是天书有问题。叶晨，你感觉修炼完怎么样？感觉没什么感觉啊。糟了，我刚刚是不是暴露了叶晨的身份呢？啊，那个我记错了，叶晨得到的不是无字天书，至于他得到的是什么等级，我再研究研究。什么？不是无字天书？可这书上明明一个字都没有，而且叶晨修炼引发了天地异象，这一看就非比寻常了。对对对，我就说嘛，叶晨呢肯定不是无字天书，如此强大的功法，怎么可能修炼得了啊？我就说嘛，这肯定不是什么无字天书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功法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局还是你输了。这个王八蛋没完没了了，真是一点看不出来叶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我认输，但是不履行赌约行不行？不行，今天的经脉你非断不可，否则我……
不管什么赌约，现在一笔勾销。你若再敢对叶晨不敬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圣女，你凭什么护他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我的未婚夫。怎么可能啊！今天这场肯定是叶晨对我的考验。他明明有能力阻止柳长风，却一直不出手，其实是在等着我出手。不愧是我老婆，就是疼我。圣域第一美人，竟然是一介凡人的未婚妻，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的，这婚约是我与太二长老定的。叶晨确实是太二长老的弟子，虽然他没什么本事，但这身份没问题。没想到叶晨还真的是太二真人的弟子，我当初还真是看走眼了。公主千万别这么说，虽然他现在是太二真人的弟子，但是他还是一介凡人，哪里配得上你？不过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这圣女还愿意履行婚约，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这不更说明您比昆仑圣女更有慧眼吗？说不定下一代昆仑圣女就是您呢。我也这小子他什么资格？圣女，我看你真是眼瞎了。你哪怕找一只灵兽做伴侣，也好过找个凡人吧。找死！哎，月里，没事了啊，别生气。我看啊，该找个灵兽作伴的人是你。昆仑圣女这么风姿绝代，可惜是个瞎子。我从前还把她当做偶像，如今看来真的是错付了。据说这一代昆仑圣女追求者众多，尤其是三大圣子都想和她成为道侣。哎呀，只是可惜喽，好好的白菜让猪给拱了。等会儿就有好戏看喽。叶晨，你个狗东西，区区凡人还敢泡圣女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件事如果被三大圣子知道，铁定把你挫骨扬灰。肃静，3个月后是宗门大比，尔等领取到功法后，定要勤加练习，做好准备。谨遵掌门圣法旨。宗门大比那天，三大圣子都会下山，到时候看你怎么死。你刚刚为我挺身而出的样子太帅了，没想到吃软饭的感觉这么爽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啊。那我就是通过考验了。啊？什么考验？糟了，不该这么心急的，其实还没有开口，我肯定还得努力啊。没什么，总之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又该扫地去了。小黑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在山里待着没意思，想我了是不是？哇，你这是把家里的东西都带过来了啊？哈，哎，这茶和果子月里挺喜欢的，咱们一起去给他送点，走。听说烈火圣域的准圣子又来追求我们的楚圣女了。他一个准圣子也配追求咱们圣女？咱们昆仑圣域的4大圣子哪个不比他牛逼？你知道什么？这个准圣子的师傅啊，可是昆仑圣域的太上长老，论身份地位不比三大圣子差。有人要抢我老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，万一真要被人撬了墙角，我哭都没地方哭去。月里，跟我在一起吧。做我的道侣，此生此世定不负情。唐公子，我已有婚约在身，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，还是回你的烈火圣域吧。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是和你们昆仑圣域的圣子有婚约吗？小丫头，你可知我这徒儿可是有资格进阶首席圣子？论实力，虽然比不了你们现在的圣子，但未来可就不好说了啊！不错，我在烈火圣域的未来不可限量。元灵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，未来的修行之路必定一帆风顺。我这婚约和三大圣子毫无关系。这位圣子，我们圣女的确是有婚约在身，只不过那人是谁？我倒是想知道，究竟是何等的天之骄子，才能俘获月离你的芳心？
他的身份我不方便透露，请回吧。又不是什么宗门机密，透露点又何妨？准圣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圣女的婚约对象就是我们圣域的一个杂役。什么？杂役？开什么玩笑？月离，区区杂役怎么配得上你？他连给你提鞋都不配，只有我这样的天之骄子才配得上你啊！楚圣女，那叶晨无论是天赋还是修为，都比不上唐圣子的一根毫毛，你没必要守着他不放。没错，他不过就是一介乡野村夫，能进我们圣域，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就是，您为了一个杂役放弃准圣子，这不是羞辱人家烈火圣域吗？一群蠢货，可惜不能说出来。月离，放弃婚约吧，跟我在一起，无论是家世背景还是修行天赋，我都强过这杂役弟子100倍啊！放开你这咸猪手！抢我老婆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就是月离的未婚夫啊，真是一无是处，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也配娶月离？我配不配得上月离，用得着你说吗？我跟月离是两情相悦，又有婚约，怎么配不上了啊？还有，你别越离长越离短的，你叫的这么亲切，月离跟你很熟吗？一个山野村夫倒是牙尖嘴利，不过分书在手，龙不与蛇同行，配不上就是配不上。今日我带了份厚礼要送给月离，像你这样的人，连送礼都送不起。现在送不起，又不代表以后送不起。哼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这辈子都送不起的礼物。竟然是龙鳞果，据说此果300年一开花，300年一结果，又300年才成熟。而且这龙鳞果生长在魔兽山脉上，更是有着9品魔兽黑水玄蛇镇守。没想到准圣子竟然送出如此大礼。别着急嘛，这是极品天仙茶，只要喝上一口，便可增加100年修为，堪称是修炼圣品啊！想当初我师尊花费数十万灵石才收购一小块，没想到今日准圣子拿出这么多极品天仙茶，烈火圣域当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哼，有钱了不起？这玩意儿这么极品的，我给月离准备的这点土特产，实在是拿不出手啊！这乃是7阶灵兽笑月天狼的幼子，月离，只要你点头，便可以与你签订血契，认你为主。这是笑月天狼，这可是灵宠界排名前10的顶级灵兽，一旦成长起来，战力堪比化神境界的修士。不错，准圣子送的这份礼物，已经不足以用大手笔形容了。这些便是我送给月离的礼物，月离，你觉得如何？小子，你口口声声说跟月离有婚约，你送给月离什么东西？我这不是正打算要送吗？不会就是这破烂袋子里的东西吧？送给圣女的？叶晨送什么我都喜欢，你的东西还是拿回去吧。楚月离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无论他送你什么东西，都配不上。圣子，你这话说的太客气了，他能拿出来的，无非都是山里的野货，跟您的礼物相比，都是侮辱您。小环，你不能就这么草率的否定人家，说不定这破烂袋子里还真有什么好东西呢。叶晨，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呀！我这些都是我老家的土特产，我就不拿出来了吗？嫌丢人现眼啊！今天我偏要让你丢人现眼才行。嘿，唐川，你干什么？啊！长生果，云雾仙茶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竟然能拿出这种天才地宝！这些东西，就算是我烈火圣域，也掏不出来呀！神兽威压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叶晨，你拿这些垃圾送给圣女，你也不嫌寒碜，简直就是丢我们昆仑圣域的脸。这些垃圾拿来喂猪，猪都嫌差。叶晨，你但凡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赶紧跟圣女解除婚约。叶晨，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吗？昆仑圣女是你这样一介草野村夫配得上的吗？你的美梦该醒了。我送的东西怎么了？虽然不如你送的东西牛掰，但是这都是绿色健康食品，都是心意嘛，分什么贵贱？小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解除婚约，我可以借我就，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唐川，你疯了！
这是我昆仑圣域，你休得胡来！我是不是烈火圣域的太上长老？我出手教训一个区区的杂役，你昆仑圣域还敢翻脸不成？您随便教育，就是一个杂役，死就死了。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啊？就因为他送的礼物比我好，我就非得跟月离解除婚约吗？什么逻辑？再说了，月离喜欢的是我这个人，又不是我送的礼物。没错，我就是喜欢叶晨，无论他送什么东西，我都喜欢。唐川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休想跟我在一起。我非叶晨不嫁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好，给脸不要脸，那我便出手教育一下他。叶晨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你惹恼了唐圣子，又没有了大长老的保护，你死定了！我要是你啊，我就赶紧给唐圣子跪下道歉，并且马上和圣女解除婚约。他要是怒了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不是，你们有毛病是吧？我又没有得罪他，我干嘛要跟他道歉？无而不可！哎！师傅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一阵孽徒！师傅，你说什么？你用了什么秘宝？算我失思！算你运气好，这笔账我们记下来了。叶子圣域，上门讨教。今天对我的表现还满意吗？当然满意。不过月离，你说你这辈子非我不嫁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太好了，看来我要更加努力的修炼了，争取早日配得上他。我这算不算是通过考核了呀？该不该问问？月离，看来大长老给叶晨留了张底牌，这小子今天算是走了狗屎运。不过等宗门大比那天，三大圣子都会下山，三大圣子可都喜欢楚月离，到时候有好戏看。今日宗门大比，我倒也清闲，不用扫地，顺便来看看我老婆的英姿，我也跟着沾沾光。哎，皮皮，练着呢。哎，小胖，别练了。他们干嘛都躲着我呀？我这身上也没长刺儿啊。叶晨，你居然还敢来这儿？怎么，这是你和你主子的地盘，我不能来了是吗？叶晨，如果我是你，就应该尽早和圣女解除婚约，并且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偷偷溜下山去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。凭什么呀？发现不了我身上的优点，人家月离发现了，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你凭什么在这儿说三道四？优点？我看你全身上下只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自信，迷之自信。你作为一个杂役，自然是不知道宗门上层的事情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宗门的三大圣子都在追求月离，而你如果不尽早解除婚约，就会上死亡名单。啊，这你一介凡人，还敢和三大圣子抢女人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圣子算什么？恋爱自由不要了。这话你可以去跟圣子当面说呀。他们当面来，我也当面说。楚月离是我的女人，让他们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圣子到！你就是叶晨？对啊，我就是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乃昆仑圣域四大圣子之首，是林天凡的哥哥。你说，我找你做什么？我不管你是圣子也好，是林天凡的哥哥也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装傻充愣！我弟弟天资极高，很快就能成为第四圣子，却被你用卑劣的手段打败，害得他一蹶不振。还有，昆仑圣域本该是我的道路，却被你夺走。正好，今日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弟弟碰瓷我，怎么成了我卑鄙无耻？至于月离，他选择谁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你也从来没有拥有过他。找死！此前让你我结为道侣，你不愿意也就罢了，
没想到找了一个连修为都没有的废物，是瞎了眼呢？不是吧？我这么帅，你这么丑，选你才是瞎了眼。我和叶晨已有婚约，选谁是我的自由，与你无关。他就是一个练气息的废物，他凭什么配得上你？配不配得上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叶晨，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出来跟我一战！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，如此惹怒了林圣子，就算给他100条命，他也不够死的呀！林天傲早已步入元婴后期，而叶晨才刚刚练气，差距悬殊，叶晨怕是凶多吉少喽。我要是他，早就躲起来了，毕竟圣女不会护他一辈子。废物，别躲在女人裙下呀！不行，我不能让林天傲乱来。若他逼得叶晨出手，没有掌握好力度的话，这林天傲怕是死死无生，这宗门广场估计都保不住。林天傲，今日是宗门大典，不是你胡来的地方。若再满嘴喷粪，就怪我剑下无情。圣女的修为已达化神境界，这资历完全有资格当长老了呀！100年不到就到了化神界，这简直是万里挑一的天才啊！月里，不愧是我选中的女人，这么短的时间就到了化神境界。不过就凭这一点，还拦不住我。林天傲已经得到了万剑真人亲传的天雷剑。林天傲本就是元婴后期高手，如今得到了8阶灵气天雷剑，就算是楚月离化身前期强者，那也挡不住他呀！何止啊！云天傲不仅得了天雷剑，更是得了雷霆剑诀，威力无穷。哪怕是那小子背后的大长老也讨不了好呀！今日宗门大典，刀剑无眼，圣子如果宰了叶凡，也不用受罚。这下这小子死定了！林天傲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找死？哈哈哈哈！找死的人应该是他才对。不是，你这个人还讲不讲道理了？道理？在这里，实力就是硬道理，所以清楚，我配得上的。我去，这都什么人啊？要死了，一点道理都不讲。想走？我靠，这逼竟然还会闪现，跑是跑不了了，好歹学了点手段，看看有没有用吧。到临头，耍这种小手段也没有用啊！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区练气，你敢挡我天雷剑？什么？他竟然将林天傲圣子直接击飞了！林天傲这一招，连长老都未必接得下，竟然打不过这个杂役弟子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怎么飞了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来碰瓷儿的吧？怪不得是兄弟呢，连碰瓷的手段都一样。这无字千书果然非同凡响，要不是叶晨留守，恐怕他的碎成渣都不剩。用了什么招数，竟能挡住我的天雷剑诀？你又来演戏，你演的倒挺像的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什么天雷剑和雷霆剑诀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其实实力就跟普通人差不多。什么元婴化神，估计就是吹的牛逼。其实真打起架来，就跟普通人打架斗强不了多少。林圣子，此人资质平平，实力低下，身负大长老，说不定身上藏了有什么护身的宝贝。当初你弟弟就是吃了这个亏。没错，这点我可以作证。叶晨，我劝你还是尽早投降，给自己留一条活路。别的事情我可以投降退出，但是你们的事情绝对不行。好，你有种。那既然林圣子找你决斗，你应该把大长老送你的宝贝收起来，和他1对1。首先，我跟大长老真的不熟；其次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贝。我要是有宝贝，我干嘛要藏起来，以卵击石被他杀死？那不是单纯傻叉吗？林天傲，亏你还是4大圣子之首，连这种垃圾都对付得住。就算他有所依仗又如何？真是丢我们圣子的脸啊！另外2大圣子陈玄风、宁无缺也来了。大长老恐怕给了他一件非比寻常的义务，我的天雷剑和雷霆剑诀都挡得住。怕是仙气，你行你上。我破就我破，不过今日若是我破了他的宝，这首席圣子的位置我拿定了。
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！你们经和我同意了吗？我劝你们想清楚了再动手，别到时候破不了叶晨的防，反倒伤了自己。岳离，若是我破了他的法宝，你做我道侣如何？陈玄风，你休要再胡搅蛮缠。胡搅蛮缠？真不知道这废物有什么好。今天我就让他见识真正的昆仑圣子之威。封山神拳！传说中陈玄风的体内有9节妖兽白虎血脉，天生神力，再加上这正派绝学封山神拳，更是威力无穷，怎么会破不了他的防呢？看来林圣子猜的没错，大长老还真有可能拿了一件仙器给叶晨防身。仙器，一个区练气气的修士，就算能够催动仙器，也催动不了几次。小孩5大锤罢了。说白了呀，还是你林天傲和陈玄风太过废物。若是让我来，别管什么神器仙器，弹指可破。你师父神风真人竟然把他的半仙器山河扇送给了你，怪不得你如此嚣张。这山河扇威力确实强大。以我元婴后期的修为，我足以将这半仙器发挥全部功能。而你不过区练气期的修士，就算手握仙器，也绝不足以抵挡我。岳离，若是你同意和我在一起，这一战我可以饶了这些人，如何？不是，你们没完没了了是吧？饶了他，谁饶谁都不一定。宁无缺，你无不无聊，我劝你最好别动手。不可能！既然你不同意和我在一起，我非灭了这小子不可。山河扇，动山河！我的山河扇！即便宁无缺手握山河扇，也无法撼动此人。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胎？凡人驱动仙器，怎么做到的？不是，你们是组团来找我碰瓷儿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连3大圣子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宝贝？要是这小子不动用那神秘的宝贝，我一根指头都能捏死他。但偏偏他的宝贝厉害至极，我的招式对他起不到一点作用。何止不起作用？我感觉我的全部力像是打到一团棉花上面，它全部被弹了回来。我有那么强吗？还是说这些圣子根本就不行？所谓的强者实力都是装出来的？小子，侮辱昆仑圣子！没想到我们昆仑圣子今天居然会被一个杂役弟子瞧不起。我们只不过是不想闹出人命，跟你留有余手，不然你以为我们打不过你不成？啊不，我完全没有看不起你和羞辱你的意思，只是大家都吹嘘圣子实力强横，所以随随便便出手，我应该扛不住才是。我只是觉得你们是只有名头没有实力，跟那些整天吹牛逼的专家教授一样。好，很好，原来是想教训我这个，现在找死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圣子之威。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就不信命。我就是纯讨论，大家以和为贵嘛，千万不要动手啊！叶晨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圣子之威，岂是你能挑衅的吗？现在3位圣子联手，自求多福吧。如玉，看到了，这小子作死是1等1的好手，仗着仙气为所欲为。只可惜这仙气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叶晨，我劝你赶紧给3位圣子磕头道歉，3位圣子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我跪下道歉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明明是他们喊打喊杀，被我戳穿了，还恼羞成怒。找死！简直最高奥义，些真牛！3倍封山神拳，12级大狂风！这人3个联手，看你如何抵挡！完蛋了，这些人真下死手啊！他们每次出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说不定这次不用不好，3位圣子怎么都使用出了最高的绝技对敌人？这个练气息的小修士，哪怕那天子盖世，也不可能抵挡得了啊！
都挡不住，上文竟然说他平平无奇，难道是在刻意隐瞒？大长老，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袒护此人，甚至将仙器都送给了他？若不是刚才您出手，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博得三人和叶辰公平决斗，您作为宗门大长老擅自出手，这合适吗？1打3叫公平决斗，你们是不识数啊！仙气，我要有仙气，我就不做大长老了，直接当掌门去。刚刚要不是我出手在中间，你们3个人早就死了。大义弟子不参加大比，你们不得向叶辰挑战。多谢大长老解围，虽然他们几个刺来的一逼，但我也确实不喜欢苍蝇。杂碎！你敢说我是苍蝇？够了！叶辰，你先下去吧。多谢大长老。大长老，您为了叶辰这个人，不惜送上仙器，还得罪3位圣子，这样值得吗？要知道，这3位背后那可都是宗门的太上长老，就连掌门圣君都得给他们颜面。你这么做，不过是自找麻烦。小丫头，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，我没有什么仙气。顺便，刚刚一战，不是保护了叶辰，而是我保护了3大圣子。该死！要不是大长老帮他，就凭他一个练奇迹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击败我们3人？我不服！今日之事要传出去，说我们堂堂圣子竟然被一个杂役弟子踩在脚下，传出去，颜面何存？陈圣子，您不必如此。今日之事传出去，大家都只会说这个叶辰是受大长老庇护，依旧改变不了他是个废物的事实。不错，这废物大长老保得了他一时，保不了他一世。这叶辰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难不成真如传闻中所言，这叶辰是大长老去凡间风流，留下的私生子？是又如何？千万不要让叶辰落在我的手上，否则我让他生不如死。如今错过了宗门大比，再想对付他就难了。公主，这叶辰真是狗运欺骗，又让他躲过一劫。这次要不是大长老暗中保护，3位圣子定能联手让他挫骨扬灰。运气再好也有用完的时候，只有自身强大才是最终的倚仗。他下场一定会很惨。公主说的是。大长老，又是你！你和叶辰这小子到底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出手阻拦，叶辰这小子早就被我徒儿给废了，真是气煞我也！老夫今日定要找你讨个说法！叶辰啊，找老夫何事？大长老，我想着您多次帮助于我，我给你送点土特产。土特产啊，对，这是山里的一些野果，还有我自己种的茶叶，还希望您不要嫌弃。这还不算好东西，真不愧是太尔真人的弟子，底蕴深厚啊！不嫌弃，不嫌弃，您不嫌弃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自己炼制的一些丹药。大长老，您别看这个丹药，它长得像是伸腿瞪眼丸，但是它这味道，绝对比这些水果啊、茶叶好吃多了。您尝尝。这真是丹药？这怎么看着都不像啊！哎呀，大长老，这个药丸它虽然卖相不好，但是你吃完之后浑身都舒服。哎，算了，也算是他的一片心意。味道还挺不错呀！我就说嘛，这个丹药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味道还是很好。这是哎，你们3位来我这儿做甚？大长老，何须明知故问？我们3位的徒弟与叶辰一战，却被你出手阻拦，导致他们气血逆流，身受内伤。今日你要是不给我们3个一个说法，别怪我剑下无情。不错，
妃叶晨到底与你何等关系，值得你如此保护她？我想你们是弄错了一件事情，我没有保护叶晨，而是保护了3位圣子。大长老还真是会为我圆场子呀！哼，笑话！我们3位的徒弟实力早已臻至元婴后期境界，更有真传功法、神兽血脉，再加上半步仙气助力，他们3位的实力早已可以横扫5个昆仑圣域年轻一辈。他叶晨小小一个炼气期，何德何能伤得了我等3人的爱徒啊？不错，就算你想开脱责任，也不必编出这样的谎言鬼话。我是实话实说，信不信由你。至于解释，没有。你是觉得你身为大长老，我们就当真不敢跟你动手吗？哎，见过不讲理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讲理。明明是你们徒弟动手在先，而且还是3个打我1个。大长老为了救我，他有什么错？就允许你们弟子伤别人，不允许别人伤你们弟子啊！长老说话，哪轮得着你一个杂役插嘴？大长老，若是你今日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那就把叶晨交出来。我们3人联手，你可保不住他。这3人已经是昆仑圣域最强的战斗力，如此威胁，我如何抵挡啊？这叶晨如此天资，若是毁在他们手中，当是整个昆仑圣域的损失啊！我一定得保护他。交出叶晨不可能，你不交，我们只好自己动手了。谁敢带走叶晨，先过我这一关！竟然做境界了！稀里糊涂的突破了境界，大长老竟然突破到了合体境界。不过你突破了又何妨？我乃大成境界，比你强1个等级，你照样拦不住我。这群老小坏竟然境界这么高，要是落在他们手里，估计没我好果子吃。想不开哟！想跑，当着我们大成强者的面，你觉得自己跑得掉吗？你们太不讲武德了！几个大成期的老妖怪欺负我一个炼气期，我要去上圣君那儿告你们状！告状？等我们把你废了再去告状也不迟。你们残害宗门，你就不怕圣君怪罪？对。你以为昆仑圣君会为了你一个炼气期的杂役怪罪我们？笑话！动手！哇，他好像持续在突破，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。这怎么可能？如何做到的？中期、合体后期、合体巅峰、大成期，他竟然连续突破2个大境界。我说过，带走叶晨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用何种方法突破到大成期，但我们3位都是大成期，我们3位联手，你依然束手无策。是吗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还在突破，连续突破3个大境界，玄灵大陆有史以来几乎没人能做到。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服用了玄天灵丹。这玄天灵丹本就是仙界的灵丹，我们修真界无人可以炼制。现在如何？可恶！竟然突破到了渡劫境，只有掌门圣君才有这个境界。现在就算是我们3人联手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今天算你走运。等我们到达了渡劫境，再来找你讨个说法。叶晨给我的难道是传说中的玄天灵丹？可这是仙人才可炼制。难道说叶晨你……大长老，我该问的就别问。叶晨，他们已经走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近段时间他们不敢来找你的麻烦。多谢大长老。圣君，这叶晨到底是谁呀？我说了，不要猜，也不要问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都不能声张。我昆仑圣域的未来，都在此子身上。是。叶晨啊，这3个月以来，感觉还适应吗？适应啊，我这每天就扫扫地，还有这么漂亮的老婆陪着，这小日子过着舒坦着的，我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圣女师姐，
烈火圣域的人来了，说是要和我们昆仑圣域的人切磋比试呢。哎，该不会是之前那个准圣子又来找麻烦吧？应该是的。圣域之间的弟子本就存在矛盾，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切磋。这货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？哎，他要是找我切磋，我能拒绝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毕竟圣域之间的切磋只能选圣女或者圣子，他们若是冲着你来，你完全可以拒绝。既然我不用出手，那我得去看看热闹。昆仑圣君，此次前来挑战，若你的弟子输了，我要的可不只是你第一宗门的名头，还要你昆仑圣域的灵脉。到时不知你舍得不舍得呀？只要你能赢，就没什么我给不起的。但若是烈火圣域输了，又拿什么来赔偿？如果我输了，我烈火圣域从此以后是你昆仑圣域的附庸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第一次就玩这么大。烈火圣域跟我们昆仑圣域本来就是死对头，就算你上次没有赶走唐传，他们依旧会找上门来。下面我宣布比武正式开始，各位弟子，请友善切磋，切不可生死相搏。怎么能不以死相搏呢？小叶可不要给师傅丢脸呢。师尊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让昆仑圣域的人一败涂地。在下萧燕，乃是烈火圣君的首徒，今日你们与我一战，也算是你们的荣幸。萧燕此人真是嚣张至极，不过作为烈火圣君的首徒，他也确实是有嚣张的资本。只是徒弟，连圣子都算不上，有什么可嚣张？如玉啊，看好了，我这就上去教训他去。大话谁不会说？我来会会你。既然你想自取其辱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乃昆仑圣域核心弟子，今日我只要击败你，便有机会一步登天，直接升为圣子。哼，你就是我的垫脚石。我看这柳长风还真是够嚣张的，只可惜只剩下一张嘴。我看这萧燕啊，要比他强100倍。不至于吧？萧炎虽然也是圣宗的弟子，但他的修为和之前我的差不多，就算是对上各路圣子，他也没有什么胜算。如今差别怎么会这么大？九转金身诀！柳长风结丹期无敌，这地级功法九转金身已经修炼到了大成境界。这一拳的威力，就算是金丹期的修士也难以抗衡啊！我看这萧燕顶多算个金丹，哼，难以抵挡啊！就这，中午没吃饭吗？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已经使出了全力，但是却丝毫不能撼动他。放到平时，就算是4大圣子也不能如此。实力太弱，没意思。大天造化掌！少将军在他手里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，这人也太厉害了。少将军可是在同界里最厉害的存在，连他都打不过。此人刚刚出世，气势大增，直接到了元婴境界，显然是隐藏了实力。此子看来是打算扮猪吃老虎了。不止如此，连我都看不清此人的实力，说明烈火圣君给了他某种强劲的底牌。元婴说不定都不是他的极限，且不能掉以轻心呐。不错，大家不要被外表所迷惑，想要拿下此人，恐怕只有圣子才行。昆仑圣域的弟子不过如此。此子虽然态度嚣张，但是实力确实是强悍，是个难得的天才呀，不容小觑。境界差距过大，打不过也算正常。真是无趣啊！如此垃圾赶上来挑战我，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哼，不过是打败了我们一个昆仑圣域的小小核心弟子而已。看吧你的，我与你境界相差不多，我来与你一战。有林天发圣子出手，我们肯定会赢。林师兄加油！
林师兄加油！我徒儿这些日子的修炼，已经将万剑诀的第3重修炼至巅峰境界，对付一个元婴小辈，根本不在话下。不过是强一点的蝼蚁嘛。也好，就拿你练练手，希望你能多撑几招。就这点实力，便分世浪池。哎呀，这人怎么这么强啊？他是主角吗？人家的火怎么能毁天灭地？我的火怎么就只能点烟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圣子平时牛皮吹上天，打架软脚虾，输了一点也不奇怪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徒儿竟然败了！此子到底是什么妖孽？这萧燕天资绝世，实力强劲，就算是柳长风和林天凡联手，不一定能战胜他。昆仑圣君，昆仑圣域的弟子真是不堪一击。我这好徒儿连1半的实力还没有用，你的圣子们都已经趴窝了。难道昆仑圣域都是一群废物吗？啊！你呀，也就比刚才那个蝼蚁强壮一点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你自信，敢与我叫嚣。我可就信了！万剑诀，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，燕分世浪池。我的好徒儿，天凡！比武讲究点到为止，你就妄图害人性命。这可不怪我，要怪就怪他实力太弱，我还没发他就倒下。我也想放过他，可实力不允许。师尊，哥，我给你们救人了，先别说话，下去疗伤。师尊，让我上吧，我要让他为今天的狂妄付出代价。去吧，记得下手轻点。是，师尊。哎，月里，这个人有点强啊，你能打得过吗？你可千万别逞强。你放心，自从上次喝了云雾山茶，我的修为已经突飞猛进，对付这种人还不成问题。哎，月里，你要是打不过就赶紧下来，千万别伤到自己。楚少女，早就听闻你长得倾国倾城，美若天仙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姿卓绝，怪不得我师弟唐川对你念念不忘。不过我劝你还是下手，要不然你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打花之后，可就配不上我师弟了。你师弟，他还不配？你说唐川他不配？难道你身后这群土鸡瓦狗就配吗？哎，我听说你好像跟一位杂役弟子定下了婚约，简直是故意侮辱我烈火圣域。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侮辱我圣域的代价。废话少说，快出手！此人伤我胞弟，理应由我来教训他。你先退下去。哎，月里，你赶紧下来！好不容易林家人能出手，你就别跟这帮莽夫打生打死。烈火圣域的宵小之辈，竟敢来我昆仑圣域撒野！今日我便要教训教训你。我劝你先备好还魂丹，免得到时候扛不住我的攻势，神魂俱灭。口舌功夫倒是厉害，我就怕你跟之前那废物一样不堪一击。还魂丹，你自己留着用。今日不把你踩在脚下，我就不配做昆仑圣子。接招吧，现来！桀骜的雷霆剑诀竟然再度突破到了巅峰大圆满的境界，完全不输化身修士。有他在，萧燕是输定了。怎么样？我大圆满境的雷霆剑诀威力如何？若自知不敌，可以早早投降，还能少受点罪。就你这点实力，还想让我跪下？我看该跪下的人是你。找死！给我跪下！此等雷电之力，就算是我也不敢轻易与之交手啊！这萧燕嚣张一时，这回死定了。圣子厉害，李天昊圣子要赢了，不愧是我们4大圣子之首。若我今日一战能胜过萧燕，
这首席圣子的位置肯定非我莫属。怎么可能？我刚才不过是在逗你玩罢了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是我的对手吧？不过像你这样有实力的对手，才有资格被我玩。元婴竟然还不是此子的极限。没错，他自身的修为已经达到化神，4大圣子之中无人能敌。看在你让我玩得这么尽兴的份上，我就让你尝试尝试我的新招式——六焰游身尺。这就是所谓的昆仑圣域的圣子，真是犹如土鸡瓦狗般不堪一击。昆仑，你们年轻一辈的也不中用，他们加起来也不是萧燕的对手。这一战，你们输了。萧燕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是所有圣子之中排名第2而已。你击败了我，也不可能击败我们的首席圣子。可是能让混沌杯激发9色神光的天之骄子，输给烈火圣域的国佛可不能配。叶辰，你不牛逼吗？就让你来对付萧燕这个妖孽。如果输了，就是你的责任了。什么？混沌杯被激发出了9种神光，就算当年昆仑的祖师爷，也只激发了5种神光。昆仑圣域就出了这样的人才。你们昆仑圣域还有首席圣子，站出来与我一战，看你够不够被我揍的。就是叶辰，此子实力可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想当初我们圣域3位圣子联手，都未曾伤他分毫。我？没错，说的就是你，赶紧上去，为我们昆仑圣域赢下所有。我靠，坑爹啊！这么一个妖孽天才，你们都打不过，让我去打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师兄，就是他！那天这小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器偷袭我跟师尊，导致师尊受伤。今天你在，一定要给他点教训。这位就是我们昆仑圣域举世无双的首席圣子叶辰，他对付你只需要动动手指，就能把你碾成渣渣。哎，你吹牛逼能不能别带上我呀？你们这些废物还真是把他吹上天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若是他今天在我手上过不了一招，你们昆仑圣域就输了。你别听他们说瞎话，当不得真。我哪有本事跟你打？而且我也代表不了昆仑圣域啊。哦，我可没有瞎说。当日我跟陈圣子还有宁圣子3人联手，都未曾伤过你一分汗毛。陈圣子、宁圣子，我说的可对啊？啊，对。叶辰实力，我等望尘莫及，不是对手啊！当日圣域诸位长老也在，他们也可以作证。叶辰，既然我们现在对付不了你，就借此人之手将你除掉，还能完美甩锅。你小子就等着死吧！这下叶辰可完蛋了，这可是圣域之间弟子的切磋，怕是再也没有人能够保他。运气再好，终究也是要用稳的。这下他可能是在劫难逃了。这不妥吧？不管叶辰如何天资绝世，他终究是一个炼气期的修士。是啊，把宗门的脸面和未来压到他身上，是不是太过儿戏了？昆仑圣君，你宗门是不是没有人？派这个炼气期的垃圾来和我徒儿应战，我看他灵根都没有，但是却吹嘘他是盖世天资，真是有眼无珠。他的实力，别说是你的徒弟，就算是你在他面前，他也用一根手指头能把你碾成渣。师尊，他们昆仑圣域的人实力不行，吹牛逼的本事倒是不轻，是不是盖世天资？我这就试试他的深浅。你千万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！我就是一个杂役弟子，哪有什么盖世天资啊？你是不是盖世天资，我一试便知。就算你不是天之骄子，今天你也跑不了。我可事先说好，如果待会儿我没有控制好力度，把你打得神形俱灭，可就别怪我无情。对，我能认输吗？还没打就认输，真是丢人现眼。看来你们昆仑圣域都是怂包，丢人总比丢命要强吧？明知道打不过还有以卵击石，那不是傻叉吗？但是我输了，并不代表昆仑圣域输了，因为我根本就代表不了昆仑圣域啊！哎，叶辰，圣域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只要站上了擂台，就要一直战斗，直到一方认输为止，根本没有投降这一说。你站在这个擂台上，你代表的就是我圣域。不错，你要是怯战投降，按照宗门的规矩，也得以此论处。打也是死，不打也是死，你选个死法吧。这下完蛋了，唐叔都是个死啊！
废话少说，今天你打也得打，不打也得打。就他妈的！又要干什么？年轻人嘛，干嘛非要打打杀杀的？以和为贵不好吗？既然是切磋，那不一定非得打呀。切磋，琴棋书画也是可以的嘛。玄灵大陆以武为尊，你禁止这些假把式。看我今天不把你10万盾！我靠，你不讲道理啊！拳头硬就是道理。算了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得有尊严。叶晨竟然没事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过是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我刚才用了7成的功力，竟然没有伤到他分毫。什么？他刚刚点燃的竟然是异火榜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，这种火焰怎么会被一个练气期的修士给收服？就算是我，也不敢贸然吸收此火呀。不仅如此，他修炼的功法似乎是失传了万年之久的神级功法焚诀。这家伙不是很强吗？怎么被我给逼退了？看来你比之前的废物要强一点，不过这样才有意思，不然也太无趣了。刚好我让你看看我刚修炼大成的天阶功法。什么？此子竟然能将天阶功法修炼至大成？天阶功法修炼难度极高，寻常人想修炼大成境界，最起码得3000年起步。就算是天才，要花费数百年。而他小小年纪，竟然能够将其修炼至大成。之前的废物太弱了，完全没有让我使出全力。你倒是有资格让我使出全力。不过，当我使出佛怒火莲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死期。这比我点到为止就好了，没必要使出全力啊！我这么弱，你却用全力，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？佛怒火莲，难道当年覆灭云岚宗的人是他？城主，你知道这天阶功法的来历？当年云岚宗是咱们紫月帝国的第1宗门，据说这萧燕当初被云岚宗的圣女退婚，后又被他灭族，所以这萧燕苦心修炼，只为报仇，塞上云岚宗。最后一次，用的便是这招佛怒火莲，将云岚宗整个宗门灭门。这佛怒火莲威力有那么大？没错，威力无穷。当日一战，整个云岚宗所有人无一生还，整个宗门更是被夷为平地，满目疮痍。这么强大的招式，叶晨怕是十死无生啊！今日我们昆仑圣域怕是要败呀！叶晨估计会被烧的连渣都不剩。佛怒火莲强横无比，但他离远一点，小心被波及。接招吧，佛怒火莲！在我的成名绝技之下，算是你的荣幸。没错，放眼整个玄灵大陆，与萧燕同辈之人，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。他身负3重异火，这火莲便是3种异火的融合，其威力方圆百里，瞬间可以灰飞烟灭。萧燕，可不要让我失望了，一定弄死这个叶晨。叶晨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死在萧燕这种绝世天才手里，不往人间走一遭。只要你死了，如意就是我的了。萧燕，既然是比试，不要闹出人命，给他留口气儿，不要弄死他。这小子留着还有点用，这虚无吞炎给他用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这等异火，只有我才能拥有。是师尊，我不杀他，但我会废他全身经脉，断他4肢，将他彻底沦为废人。届时我烈火圣域将彻底凌驾在昆仑圣域之上。我他妈谢谢你啊，还给我留了一条命。刚才他们不是吹嘘这火莲挺厉害，为什么我感觉这火莲好像也没那么厉害？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打了再说。赢是赢不了了，最起码还能站着死。竟然主动接我的佛怒火莲，简直是找死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叶晨这小子这回怕是必死无疑了。可惜呀，再厉害的天才，那碰上绝世天才也白搭。叶晨，没了大长老的扶持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好像也没那么夸张吧？哎，你刚才那一下是给我挠痒痒吗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毫发无伤？这么强烈的招数，他应该灰飞烟灭了才对啊！什么？萧燕全力一击，就算是化神修士，也得被烧掉一层皮。这小子身上肯
定还揣着防护仙气。原来如此，你竟敢辱我！不过老子也有仙气。玄宗使，乃我烈火圣域重宝上古仙器。别说他怀揣1件仙气，就算10件8件，也得被烧得灰飞烟灭。不是吧？你还来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一点威力也没有啊！这玩意儿也叫仙气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我手持仙气的最强一击，竟然被你空手接白刃！什么情况？什么狗屁仙气啊？怎么屁用都没有？哎，你是不是买到了假货仙气啊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看你是真不知道自己有多菜，什么燃烧生命，连我的打火机焚诀都不如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叶晨赢了，我们胜了，我们胜了，圣域胜了！叶晨赢了，叶晨竟然赢了，这都能赢！不愧是大长老选出的首席圣子，实力果然非同凡响。当日我早就说过，此子实力不足，定能胜任首席圣子之位啊！喂，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！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。此子天赋是我修行几千年来见过天赋最高之人，就算是上古时期那些绝世天才，怕是也比不上他。若是让此子成长起来，我烈火圣域恐怕不得安宁，此子必除。烈火圣君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此子盗窃我烈火圣域镇域圣火，我要把他带回烈火圣域问罪。什么？我盗窃你们圣域的圣火？你可别乱说啊！我这小火苗明明是我师尊留的。盗取你们烈火圣域的圣火，可笑！叶晨就是个炼气期的弟子，他是如何盗取你们烈火圣域的圣火？再说，你知道他的师尊是谁吗？叶晨可是太二真人的弟子。他是如何盗取的？你应该问他。一个炼气期的弟子，竟能挡住我徒儿全力一击，身怀仙气，非同一般。他说他是太儿的徒弟，那就是了吗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个仙气就是他盗取了太儿真人传承，我看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小偷。什么仙气不仙气的？我身上毛都没有。我身上毛本来就不多，那明明是你徒弟菜。再说了，太儿那个老头子虽然实力不怎么样，但他确实是我徒弟，都让你给气糊涂了，是我师傅，如假包换，还敢狡辩！太儿真人何等高手，能会培养出一个炼气的徒弟？你肯定是趁他飞升，偷偷的占领他的洞府，盗具仙气，还有如此实力。废话不用说了，赶快把虚无吞炎交出来！烈火圣君，你这是强抢！虚无吞炎本就该属于我烈火圣域，如果你们不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没想到的不一样，周围的温度都变烫了，感觉再靠近一点，整个人都要被融化。叶晨的实力终究是到头了，这一个不小心，我们整个昆仑圣域都得跟着陪葬。此人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气场！烈火圣君将神级功法焚天灭世诀修炼到了10重圆满，可谓渡劫境下无敌手，怪不得此人敢如此嚣张。昆仑圣君，你当真要与我开战吗？不交出虚无吞炎，昆仑圣域整个就要灰飞烟灭。论实力，我确实比你高，但你若是想强取一火，伤我门人，绝不答应。简直是冥顽不灵！今天让你尝试尝试我的焚天灭世诀，我灭你圣域可以说是弹指之间。开战，尽管来吧。虽然我实力不如你，但叶虫在这里，还掀不起多大的风浪。真够无耻的，连我手里的小火苗你也要。不过看这仗势，是真打算灭了昆仑圣域，也要抢我的小火苗啊！月离对我不离不弃，我也把昆仑圣域当成了家，不能让这老王八蛋糟蹋了。我辈修士何须之战，交出一火，饶你们不死！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这个老头子，你又不抽烟，又打火机干嘛？这一火你要想要，拿去便是。你小子自愿交出一火，今天我就暂且放过昆仑圣域。叶晨，你确定一火与生命相连？若交出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大不了我们跟他们血战到底。是啊，叶晨，咱没必要怕他，而且你也不用怕他。小子，你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取宗门的安全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也佩服你。既然如此，虚无吞炎暂且收下。好小子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反抗。无所谓啊，这一火对我来说就是个打火机的法术，我也不抽烟，
我要他也没什么用。哎，行了，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。总之啊，这一伙谁想要谁就拿走。不愧是异火榜排名第2的异火，威力如此大，连我都会受伤。怎么回事？在他完全自愿的情况下，虚无吞炎竟然无动于衷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哎，那个，你行不行啊？你竟敢质疑老夫不行！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了！这虚无吞炎马上就是我的了！嘿，差一点点。我苦寻1000年的虚无吞炎，终于是我的了！恭喜你啊，成功获得了一只永久打火机。小子，异火离开宿主，必死无疑。你怎么没有死？什么怪胎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我这儿抢了个打火机，我为什么要死啊？异火离开宿主，必死无疑。你怎么没有死？你什么怪胎？我又不是打火机成精，为什么你把我的火抢走了，我就得死啊？你这个老头啊，你是玩火把脑子玩坏了。狗东西，辱我师傅！信不信我烈火圣域踏平你昆仑圣域？刚刚感觉还挺害怕的，不过看这老头把火抢了之后，把鼻涕泡都乐出来了，瞬间感觉就没那么怕了。你既然没有死，那我就送你上路吧。异火离体，你没有死，说明你体内还不止一道异火。我要先杀了你，从你体内取出那道异火。烈火老鬼，你不讲信用，简直是自掘坟墓！修仙者弱肉强食，信誉几千年前我都扔光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难道是被誉为异火榜第1的，能衍生世间万物之焰的第一焰吗？不可能！一个炼气期的修士怎么会拥有地炎？不可能啊！我的几种异火都被地炎所吞噬了，我的丹田，我的经络，我的气海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你在这儿碰瓷呢是吧？不过你这老头演技还挺好的哎。其实，你竟然是入地金仙！怪不得昆仑圣君会对我那样说话。此人乃在世仙人，他刚刚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戏耍我呀！你这个老头是不是脑溢血啊你？哎，你们谁过来看他呀？这是他自己弄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跟你说过，吸烟有害健康。你看你没事抢什么打火机啊？一切都完了，我早就该想到了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以炼气期的修为就能炼化异火榜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？更是因炼气期修为战胜我的得意弟子，这竟然是隐藏了修为，好一出扮猪吃老虎！师傅，这老头玩什么行为艺术？怎么一转眼人都不见了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人呢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搁这玩躲猫猫呢？你幼不幼稚？丢不丢人？快给我出来！叶先生修为通天，我烈火圣域自愧不如。从即日起，我烈火圣域成为昆仑圣域的附庸门派，还望叶先生饶命啊！叶晨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，不应该啊！这烈火圣君怎么说也是渡劫中期数1数2的强者，就算叶晨身怀地炎，也不能被灭杀呀！哪是灭杀呀，这是虐杀呀！不对，叶晨分明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哪来的实力可以秒杀烈火圣君呢？大家记不记得刚才烈火圣君说的话？此人很可能就是偷窃了太尔真人的法宝，并且冒名顶替了他的徒弟。啊！公主说的对，此人不过就是有太尔真人的法器，才有如此的实力。哦，这就不奇怪了。要我说烈火圣君的实力，这天下谁能动得了他呀？叶晨，他们是臣服在你脚下，怎么安排你说了算。不是，我说了算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这帮人连我这个当杂役的都打不过，不如都来当杂役算了。
也别修什么仙了，就每天扫扫地也挺好。谨遵法旨。叶晨，你真厉害。厉害吗？那不是因为他们太菜了吗？话说这帮修士吹得天花乱坠，结果动起手来跟小孩子打架一样，连太二老头都比不上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去扫地吧。公主，7日之后是玄天真人的万寿宴，皇上想让您代表紫月帝国参加他的寿宴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公主，这位玄天真人是不是那位排名仅次于太二真人的那位大修士？没错，他老人家的万寿宴可谓是修仙界1等1的大事，说不定届时还能看到他老人家飞升的盛况，切不可怠慢。哎，小黑，这是寿宴邀请函。玄天那个老头说他活了1万岁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他那个样，就像是个70、80岁的老大爷。不过他跟我师父关系好，这场宴会我得去啊。哎，小黑，你去帮我叼点寿礼过来。薛晨，我师尊让我代表昆仑圣域去参加玄天真人的寿宴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。当然有空了，我正打算请假去一趟呢。这下咱俩顺路。师尊还说，这次寿宴之后，咱们的婚约当然没问题了，只要你不嫌弃我。真的？那我是通过考验了。什么考验？这丫头说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不过这丫头的嘴唇是真润。叶晨，我师尊受过玄天真人的提携，我得带他先去拜访一下。你在这里等我。好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没想到这个老头还是挺有实力的嘛，寿宴整得这么气派。叶晨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，这个地方又被你们包圆了？自太二真人飞升之后，玄天真人就是这修仙界的第1强者，能受邀参加他的寿宴，要么就是修为极高的强者，要么是天资无双的天才。啊，你占了哪样啊？我哪样都不占，不过我认识玄天老头，参加寿宴就是我一句话的事。真是笑话，叶晨，就凭你也配认识玄天真人？你不会真以为我家公主会相信你的鬼话吧？叶晨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太二真人的弟子，对不对？你先是偷窃了太二真人的法宝，所以才能一路击败对手，又是冒充太二真人的弟子，在这昆仑圣域招摇撞骗。我记得我参加昆仑圣域的第1天就跟你说过，太二真人那个老头根本就没什么本事，我干嘛要冒充他徒弟啊？因为你觉得太二真人飞升了就没人能证明，所以你才肆无忌惮。假的真不了，玄天真人可是太二真人的挚友，今天你敢来参加他的寿宴，就是找死。不错，等到玄天真人一来，你的身份就会暴露，到时候你就会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。神经病吧你们！哼！叶晨啊叶晨，你再怎么嘴硬也没有用，你永远都无法追赶上我的脚步。今天就是你真面目被揭穿的日子。如今我已突破化神后期，堪称修仙界年轻一辈第1人。今日过后，我不仅会迎娶月离，还能得到师尊传承。吴继峰，我说，论修为我不比你差，论天资我也比你强啊。那这师尊传承，舍我其谁啊？月离我更是当仁不让。就凭你，也配和我争？等师尊前来，看看他到底让谁继承道统。哼，好，可以啊，那就等他老人家看看，选你还是选我。如果是我继承了道统，这月里也是我的，怎么样？哎，道友，让一下，你不可能比得过我。这个赌注随便你开。这老头竟然让我坐这儿，这不是主席位吗？这老头真客气。哎，小子，
谁给你的胆子敢坐在这儿？小子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坐在这儿？这不能坐吗？这么多空位，我随便坐嘛。真是个愣头青！你这个位置，我和吴奇峰都没资格坐，你倒是一屁股坐在这儿了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随便坐？你以为这是你家吗？还随便坐？这一步，只有各大宗门宗主以及圣域圣君才有资格落座。你说你为什么不能坐？对不起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，我以为随便坐的。请柬不就是让我坐这儿吗？你把这当哪儿啊？你想坐就坐，想走就走。区区一个炼气期的杂碎，到宴会厅打杂的资格都没有，你这怎么混进来？哼，我早说过，这叶晨到这里来，最终的下场就只有丢人现眼。他做什么不好，非要坐在第一排，真是找死。这天玄宗是超越四大圣域的顶级宗门，论实力，四大圣域加一起都比不过。他做出这样的愚蠢事，居然还只是被赶出去，当真是运气好。这运气确实好，若是等玄天真人来了，戳穿此人真面目，恐怕就不是扔出去，而是直接灰飞烟灭啊！来人，将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扔出去！等等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客，区区一个蝼蚁，也配做客我师尊的万寿宴？若不是我们不屑于灭杀你这种炼气期的小子，此刻你已经死过了。我怎么就不是客了呀？啊，我有请帖。我怎么就不是客了呀？啊，我有请帖。叶晨啊叶晨，你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可笑吗？这寿宴请帖能拿到的，都是修仙界最顶层的存在。我紫月帝国已是人间巅峰，拿到的尚且是这种最低级的青铜请帖。我代替父皇出席，也只能坐在边边角角。至于中间的桌位，都是修仙者数一数二才能坐的，非化神不能入席。啊，这他们说的没错，就连化神修士都只能坐在边上。至于这内桌，更是只有强者才能入席。而且你坐的这一排啊，只有宗门强者和渡劫修士才有资格。刚刚你这一批，不仅污染了座位，还侮辱了在座的所有修士。可是我有请帖，请帖就是让我坐这儿的。不知死活还敢狡辩！蝼蚁一般的下等修士，你若是有请帖，我直接将这张桌子给吃了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叶晨，你疯了吗？伪造请帖，还敢拿出来招摇撞骗！寿宴请帖可是有玄天真人的法力烙印的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你没有玄天真人的法力，还敢伪造请帖，真是100条命都不够死。这请帖居然是真的！不只是真的，而且最尊贵的黄金请帖，这可是只有圣域掌门这渡劫强者才有资格拿到的请帖。这不可能！我就说是真的吧。慢着，你又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此人是跟着月离圣女一起来的，他这个请帖一定是圣女的。跟着月离来，他一个炼气期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跟着月离入场？这还用猜呀？他呀，多半是在月离身边跑腿的奴仆一样的东西，拿着月离的请帖狐假虎威罢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仗着圣女的威风招摇撞骗。可是这明明就是我的请帖。我是真佩服你嘴硬的本事啊！都到了这个份上，还在狡辩。这个位置，月离随便但你给我滚出去的份儿！来人，住手！她就是昆仑圣域的圣女吗？没想到今天能看到她的绝代仙姿。传闻中楚月离风姿卓越，沉鱼落雁，颜色绝世。平日里要是能一睹她的容颜，比登天还难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竟然能一睹她的真容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
这楚圣女真是倾国倾城，艳压群芳啊！怪不得修仙界的天才巨艳都为之疯狂。月离，许久不见了，还是仙姿卓越，越发让人心动。这个臭婊子胆敢假借你的名义胡作非为，看我替你除掉他！哎，吴疾风，你也就会说点那没有用的恭维的屁话。月离可是修仙界第一美人，还用得着你夸？还有，今天师尊安排我来管理宴会的秩序，要赶也是由我去赶。住手！叶晨是我的未婚夫，不是什么臭虫混账，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开！月离，这个废物是你未婚夫？胡奇峰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休怪我不客气。啊，对，那个什么风，你说我是废物，可是月离都懒得搭理你，那你岂不是废物中的废物？你，哎，月离，你会不会是因为不想和我们提亲，所以才编的一个谎话啊？我还没有这么无，我和叶晨的婚约是我师尊掌门圣君定下的。你若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去问他。月离，这废物有什么好的呀？论天赋，我乃绝世奇才；论修为，我乃化神后期；论家世，我父亲乃无极圣域太上长老，我师父更是玄天真人。没错，我也是绝世天才，我是化神修士，我王家更是东荒第一圣人家族。我本人同样也是玄天真人的徒弟，选我或者吴疾风，还都能接受。不过你选这个废物，实在是侮辱我等。你们比我强有什么用？关键是月离不喜欢你们，你们就算是玉皇大帝，有什么用呢？他说的没错，你们这下听清楚了吧？我们找地方坐吧。好，就坐这。慢着，月离，本次宴会是按修为落座，他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只配在门和狗站在一起，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。没错，元婴的坐外面，化神的坐中间，大成的坐里边。至于这个位置，是留给渡劫境最强者。我有师尊昆仑圣君给我的请帖，我与叶晨同行，他根本就不需要按修为落座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来主持，我不让他坐，他就是不坐。没错，一人一坐一请帖，没有啊，滚出去！我刚刚不是把请帖拿出来给你们看了吗？叶晨，我问你，你何德何能让玄天宗给你请帖啊？你这么说话，就是在侮辱玄天宗和玄天真人啊！没有请帖还能假装有请帖，我看你活腻！冒领请帖，擅主宴会，我看就得按照玄天宗的规矩来置办此人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什么过分？月离，我们啊，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就是冒犯了我们玄天宗的规矩，就应当被送上天雷台，被五雷轰遍。哎，这个请帖就是我的。月离呢，在这儿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。拿一个假货就想糊弄我？这请帖居然是真的！这上面还有师尊的气息，是他老人家亲手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是啊，这肯定是有什么搞错了吧？他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凭什么能让师尊亲自发帖？刚刚你们说我没有请帖不能落座，现在我把我和月离的都拿出来，你们还不让我坐？你们能不能要点脸啊？二位师兄，你们千万不要被此人蒙骗了。之前他就一直在昆仑圣域冒充太尔真人弟子的身份招摇撞骗，他还偷窃了太尔真人的法宝。我看呀，这请帖就是他偷的。还有这种事？既然如此，那这个请帖就不作数喽。够了，只要请帖是真的就没关系。吴继父、王晨，你们两个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对，我老婆说的对，只要请帖是真的，你管他从哪儿来的呢？再说了，这就是玄天真人送给我的。现在你们不让我们做，那就是打你们师尊的脸。请帖货真价实，就算是他偷，咱也不能动他，要不然师尊来了不好交代。话是如此，但是咱们要是真让这人入座，咱们玄天宗的面子往哪搁？两位师兄别忘了，想要参加万寿宴，除了有请帖，还需要有修为。
颜如玉，你到底是不是昆仑圣域的人？怎么处处跟叶晨作对？圣女冥界，我家公主当然是圣女的人，但是她实在不屑以废柴为伍。您不能仗着自己是圣女就乱扣帽子吧？没错，圣女，我之前确实很仰慕你，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您明明是一介天之娇女，为什么要自甘堕落、自轻自贱，和这样一个不中流之辈结为道侣呢？实在是让人失望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吵。月离，你有形体，也有修为，这里啊，随便你。但他不一样。他虽然有形体，但他却代表不了昆仑圣域。能进这个门倒不假，但是能不能落座，还得看他修为几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哪来这么多的臭规矩？你们故意刁难也得有个限度吧？什么叫故意刁难？我这叫规矩。小子，难道你就只会靠女人吗？你要真想落座，那就得靠自己。哎，看到那个修为测试台了没？要落座，起码得是元婴级。你有这个实力？靠女人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们也靠女人？叶晨，你脸皮还真厚啊！吃软饭都能被你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小子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就问你测不测？不测就滚出去！嗨，说了他没本事，测了也是转着圈丢人。反正啊，横竖都是滚，倒不如你现在自己滚，起码还能起。你测锤子呀！这两个王八蛋分明就是在刁难我。怎样？敢还是不敢？叶晨他不是不敢，只是他怕出手的时候撒会。月离，没想到你平日里冷若冰霜，今日却如此幽默。让他下，我堂堂圣人世家的子孙，若是怕被下，那我不是白活了？没用的，圣女，无论您怎么为他照顾，都改变不了他是个废物的事实。就是，听您这么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也入神了呢。废物就是废物。不愧是无极宗首席圣子啊！年纪轻轻便已是化神境界，这种天资堪称至高无上。少爷可真是糊涂啊！放着无极风这等天才不选，去选一个练气期的人。无论是无极风还是王晨，都要比那个废物强不止100倍。主圣这何止是糊涂，简直是瞎了眼。叶晨，看到了，这种差别是你这辈子都无法逾越的鸿沟。以你的资质，确实没必要测试，别给昆仑圣域和月离丢人了。现在你赶紧滚出去，才是你的正解。滚出去！这就是男人可以不行，但绝对不能妥协。我练气，骄傲。哎，对了，我可提醒你，如果你的修为没有达到筑基期，那么你就只能去门口和狗一种。我去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损？哼，这下完犊子了，这七夕怎么真的要我去门口和狗一块做吗？练气期初期，真是不出所料。不是，哪怕你是个后期，我都能多看你2眼。你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月离？怎么样，叶晨，被我说中了吧？这里就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现在好了，颜面尽失，你满意了？让他跟狗坐一块儿，还挺合适的。等会儿，不对，测试台有变化啊！这什么情况？我什么时候成筑基期了？哼，有变化，也依然是筑基期，筑基期依然只能跟灵兽坐一块。叶晨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呀，没想到你已经到筑基期了。不过你也到此为止。还是不对，他的境界又变了。这不可能，这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
你怎么可能会打倒元婴期啊？怎么会？为什么他的境界一直在变？可是他的气息一直是初期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叶晨这个人我再了解不过了，他的修为不可能到元婴期的。这测试台是不是坏了呀？他一个山野村夫，入门都没多久，就算他修炼再勤奋，天资再聪颖，也不可能跨越如此大的境界啊！又变了，又变了！啊！居然达到了化神！什么？这！啊！渡劫期，这不是昆仑圣师才有的修为吗？没想到我这一不小心，居然这么牛逼啊！这渡劫期，他怎么可能会是渡劫境界？这绝对是假的！除了4大圣域、10大宗门以及9大强者之外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过有新的渡劫期强者呀！怪不得，我们看他的炼气期一直是初期，原来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顶尖。安不为真，我们能看出来才怪。我说过，别让叶晨测试，只怕他的实力会吓坏你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还在变，还在变！为什么呀？就连玄天宗测试台都测不出来，为什么测不出来？说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真仙境界了吗？这世界怎么可能有这种仙人存在？若是有，也早已飞升仙境了呀！我的修为过高，无法测试，这什么情况？诸位，大家不要被此人给蒙骗了。依我看，应该是测试台出了问题。对，一定是测试台有问题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是仙人？没错，我早就发现，他连气海都没有。一个连气海都没有的废物，炼气都勉强，怎么可能是仙人强者？果然，你不但是个废物，还是个扫把星。这测试台可是我们玄天宗的至宝，你竟然把它给毁了！叶晨啊，叶晨，你这个人还真是晦气。你说你怎么走到哪儿毁到哪儿呢？不过这次可就没有大长老跟掌门给你兜底了。不对，我有没有可能是真的修仙大佬？混沌杯也好，舞蹈师也罢，还有这个测试台，根本不是坏了，而是承受不住。这是不打算养了吗？哈哈，小子，一个炼气期有个屁的实力让测试台承受不住？要是一个真仙级的人，这个测试台还有可能承受不住，但是你不可能。这测试台啊，就由你们昆仑圣域来陪。这寿宴你是不用参加了，赶紧滚！小子，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一巴掌把你扇回昆仑圣域？再见真人！刚才发生何事？何人在此吵吵闹闹？禀师尊，方才有人恶意损坏测试台，我这就替您清理此人。不错，就是这小子，触摸了一下测试台，就把测试台给弄报废了，罪不可恕。啊！测试台报废了，此物可是仙界流传下来的，若非真仙，何人能报废此物？就是这炼气期的废柴。叶晨，玄天真人亲临，还不赶紧认错？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。不要为了那些所谓的面子，最后连自己的命都给丢了。小子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办？等会儿我师傅亲自出手，不但你要死，昆仑圣域也得跟着遭殃。师尊，您终于来了！师尊，哎，起来！哎，怎么回事？玄天真人竟然叫这小子师尊，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这个玄天真人啊，竟然卑躬屈膝的叫一个炼气期的师尊。师尊，你应该不会是搞错了吧？他一个炼气废柴，怎么可能配您称呼他师尊呢？闭嘴！还不赶快跪下！我一起恭迎师尊！
跪下！拜师尊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可是天下第2强者啊，仅次于胎儿真人。论辈分，叶晨他是晚辈；论修为，叶晨根本比不上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玄天老头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什么时候成你师尊了？师尊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当初若不是您，我怎么可能成为这天下第2的高手？当初您赠我渡劫丹药，更传我修炼之法，我才有如此的成就啊！那些丹药都是我炼制的废丹药，这怎么到你们这儿就成了渡劫丹呢？至于修行之法，不是广播体操吗？原来我这么牛逼啊！我能有如此修为，全拜您所赐。恩师2字，您当之无愧。这不可能啊！叶晨怎么有资格做玄天真人的师尊？我不相信。是啊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是啊，师尊，您该不会闭关闭糊涂了吧？混小东西，你懂个屁啊！叶晨不仅是你的师尊，胎儿真人更是靠他才能渡劫飞升的。什么？什么鬼啊？500年前，我和胎儿真人本来是一介普通修仙者，他寿元将近，主机被毁，所以才找了个普通人，打算传承衣钵。等寿元结束，所以那个人就是我？对，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想到您天资过人，居然一日得道，当地成仙。我和胎儿真人都得到了您的仙气滋养，细虽拔毛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啊！我和他都是托您的福，沾了您的光啊！你这么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原来我这么牛叉？你不知道自己这么牛啊？我不知道了。这500年了，我一直以为他让那个老头就教给我一个打火机的法术。那可不是打火机的法术，那是超越神界的本诀呀！公主，被我一直嫌弃的山野小子，居然是修仙界的第1人。我也不相信他有如此实力，一定是玄天真人老糊涂了。怎么了？不好！我的飞升天劫到了，我这完全没有准备呀！飞升天劫，毁天灭地，若是天雷落下，这下都将灰飞烟灭。多谢师尊替我护道，驱散天劫，如今我飞升在即，马上就要羽化登仙了。他居然可以驱散飞升雷劫，若不是已经到达了真仙修为。原来这叶晨早就堪比真仙，我们和他相比，简直是蝼蚁中的蝼蚁啊！怪不得月丽会选他，原来我们才是跳梁小丑。叶晨，没想到你竟已经是仙人了。是啊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弱鸡，没想到我是修仙大老华。怎么又来了？我的真仙劫不是已经破了吗？这怎么还有雷云？莫非是金仙劫？金仙劫可能是天上仙人更进一步的劫术，比真仙劫的威力强了100倍。人间怎么会出现这种劫术？一定是刚刚叶晨出事，让仙界误以为你实力太强，所以将雷劫进一步升级。完了，这已经不是我们人间能够承受得住的。有这么夸张吗？这不就是个小雷电吗？怎么感觉一点威力都没有？师尊，没想到您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仙的境界。哎，什么金仙真仙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现在我算是发现了，你们这修仙界是都有点。这怎么还没完？这到底是什么劫术啊？天地劫，只有我在传说中才能看到的劫术，只有达到仙帝的境界，才能引来此劫呀！仙帝劫，
有多可怕？这一旦降下，9天10地，3界6道全部都要毁灭。只真正的天地化身才能躲过此劫，成就至尊先帝呀！有这么夸张吗？这劫的威力，比我说的要夸张1万倍呀！这可是灭世级别的雷劫，都没有办法躲得过。没错，叶辰他再强，终究也只是金仙界，他如何抵挡得住天地劫呢？好想啊！你们确定这是先帝劫吗？我怎么感觉跟挠痒痒似的？师尊，没想到您连先帝劫都能接住，从此3界6道9天10地，您无敌了呀！先帝无敌，爽啊！叶辰，那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吗？考验？什么考验？咱们2个情比金坚，需要什么考验？叶辰，你这么优秀，会不会飞升仙界，离我而去啊？当神仙有什么意思呀？我这么牛叉，我呀，就陪你在人间逍遥快活。你想什么时候升仙，我就陪你。